这男人绝对疯了。前脚刚被老婆戴绿帽，后脚公司一封邮件又把他踹了。净身出户的李成刚却对着连续跌停、绿到发黑的腰部，拿着全部家当6万2，嗤笑着全仓抄底。弹幕刷爆，脑子进水，活该穷死！徒弟曲婉柔急得拉他吃火锅，逼着他清醒。可他们谁也不知道，他根本不是在炒股，他是要去偷一家现成的上市公司，也许下一秒涨停板就直接封盘。全职炒股，你疯了吗？曲婉柔当时吓了一跳，连忙改口说道：“哥，你这太胡闹了吧！我虽然不懂炒股，但我也听说了，炒股的人10个里面7亏2平1赚，这风险太大了啊！”我知道。你知道你还要全职炒股？小曲，你不懂的。李成刚停下筷子，看着他着急的模样，一字一句的说道：“男人必须要有钱，没有钱的男人没有尊严。你哥我没什么本事，但心里还是有点志气的。总之我要拼一下。”曲婉柔怔怔的看着他，过了半晌，他点了点头，担心的问道：“哥，那要是输了怎么办？”如果输了，那我就找个地方老老实实上班，认命了，证明我这辈子可能没有发财命。哥，你会成功的，我相信你。哦，你刚才不还劝我说我疯了吗？我担心你是一时冲动，哥，你放心，我会支持你的。谢谢你啊。李成刚给自己夹了一筷子肉，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哥，我是认真的。曲婉柔看见他丝毫没有将自己的话放在心上，顿时有些着急，脱口说道：“我会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你的。”怎么，你要给我投资一点钱？你有钱吗？哥，我也没攒下多少钱，只有2万块钱，你需要的话就都给你拿上吧。李成刚的手停住了，抬头仔细打量着他，有些意外的说道：“真的？你不信，我现在就给你转账。”不用了，小曲，我有钱。真的吗？你哪里有钱？其实我计划的是，我这几万块钱要是赔光了，我就找个地方去上班。那就好，我还以为你身无分文了呢。小曲，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你也是外地来打工的，攒点钱不容易。我看你平时都不舍得吃好的，你就不怕把钱给我，我都给你赔光了。哥，你以前对我那么好，手把手的教我，你现在落难了，我肯定要帮你的啊。谢谢你了，小曲。回到刚租的房子里，李成刚仔细认真的看了看，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应该买台电脑去了。俗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机虽然也能炒股，但毕竟有些不方便。李成刚找到自己买的那只股票，看了一眼，一则消息让李成刚差点惊喜的叫了出来，居然要被借壳了。李成刚买的这只股票显示着上市公司计划发行3亿股，每股作价30块钱，准备收购一家名为东堂集团100%的股权。这意味着东堂集团实际上完成了借壳上市的过程。如果按照发行价来计算，30块钱就意味着还有3倍的空间。李成刚按捺下激动的心情，飞快的计算着。但是 A 股有溢价，恐怕复牌之后最少也要达到5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等到复牌后，最便宜也要在50块钱时再卖掉手里的股票。李成刚目前持仓一共有1500股，如果在50块钱出手的话，意味着15000块的本金会变成75000块钱，足足翻5倍。这难道是冥冥之中，老天爷都知道我要全职炒股了，所以给我一个惊喜吗？李成刚激动地倒了一杯茶，仰头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杯茶下肚，他的心也逐渐冷静下来。这只不过是凑巧而已，除了运气之外，要感谢我自己之前琢磨出来的交易系统。炒股5、6年了，李成刚在市场里跌宕起伏多次，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 K 线图，有很多时候都是主力资金故意做出来给散户们看的。越漂亮的 K 线图，其实往往蕴含着凶险。从入市的新韭菜变成老韭菜，这一路上我可都是交了学费走过来的。李成刚第二就去买了个电脑专门炒股，当天晚上接到了刘家打来的电话：“你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什么时候来拿？”随时都可以。那就明天晚上吧，7点以后我在家里等你。刘家说完便挂掉了电话。李成刚点燃一根香烟，默默地对自己说道：“我一定要成功。”李成刚打开电脑，开始了雷打不动的复盘。这是他养成了5年的习惯，每天收盘后必须要复盘，而且还要写下当天的心得体验，分析大盘的走势。第二天开盘后，李成刚将卡上剩余的几万块钱资金全部转到了股市里面，但他并没有着急买入，而是在观察大盘和板块的走势。感觉好像牛市马上就要来了。大盘从2012年的12月份出现一波强力拉升后，眼下又开始进入到了下跌周期，但李成刚觉得这似乎像是在给即将到来的牛市做准备。完蛋了，又被套在山顶了。谁来救救我？我保证，只要我回本了，肯定再也不炒股了。大盘这是要跌破2000点的节奏啊！割了，老子以后再炒股就是狗娘养的。李成刚关掉了贴吧，眼睛盯着不断上下大幅震荡的股市，心里放弃了交易的念头。自2013年股市拉出来一根中阳线后，成交量就不断萎缩。今天从走势来看，更是一个缩量，没有成交量想突破是根本不可能的。下午收盘后，李成刚等到6点钟，出门坐上公交车来到了他曾经的家。这个让我曾经感觉到无比熟悉的地方，仅仅只是过了1天的时间而已，居然就有了几分陌生的感觉。来了。刘家打开门看了一眼李成刚，面无表情地说道：“进来吧。”不用了，你帮我把东西拿出来就行了，也就是几件衣服而已，你应该能拿动吧？好。刘家转身快步走进卧室里，提了2包衣服出来。谢谢。我听说你被开除了。哦，你的消息够灵通的。还行吧，毕竟你以前将这份工作看得那么重，现在被开除了，是不是一下子感觉人生都慌乱了？慌乱？刘家，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将这份我并不喜欢的工作看得那么重吗？以前？那你的意思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没错，以前我将工作看得重要，那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要养家糊口。但是现在嘛，我已经是一个人了。老实说，我早就不想上班了。李成刚没看出来啊，你竟然还有这样的觉悟。没错，我承认你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你现在没有工作了，又不想上班，那你想干什么？我这几年一直都在研究股市，一直都在炒股。炒股？行啊，李成刚，怎么着？听你这番话里的意思是想靠炒股发财，那我提前恭喜你，千万别赔完了啊！赔完，很可惜让你失望了，不好意思，我不但没有赔钱，还赚了。
你能赚钱，你就在我面前吹牛吧。是不是吹牛？你以后就知道了。再见了。你应该说拜拜，因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们早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了，就连这个房子我都打算卖掉了。哦，你要卖房子？没错，我要换地方住了。广式花园这个小区你应该听说过吧？别墅区？怎么要搬到那个男人家去了？我跟着你这辈子也就只能住在这房子里，跟着他却可以住豪宅别墅，而且他也说我从今以后不用再去上班，只需要在家里玩就行了。刘佳，虽然你我离婚了，但还是想奉劝你一句，想搬过去住那是你的事情，但这房子还是别卖，留着将来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李成刚离婚了就是仇人，尤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离婚，你还会盼着我好，别在这里假惺惺的了，我看你是羡慕嫉妒我。就算离婚了，我也不会恨你的。既然你这么想，那我也不自作多情了，祝你以后幸福吧。丢下这句话，李成刚转身离开了这个他曾无比留恋的家。昨天他还是朋友圈里公认的人生赢家，却在一夜之间妻离夜失，跌入人生荒漠。就在他端着一碗老坛酸菜思考人生哲学时，一只强势到让 K 线图劈叉的神仙，竟成了他绝境中翻盘的唯一密友。李成刚回到出租屋后，居然收到了一条银行转账的信息：曲婉柔3月22日向您尾号3133的储蓄卡里转账，存入人民币2万元。这丫头怎么真的把钱给我转过来了？李成刚想要给曲婉柔打电话，一看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估计小区他这会儿也休息了吧？算了，明天再和他说吧。在股市里面，本金越多，赚钱的速度就越快，但同样赔钱的速度也很快。拿着自己的钱炒，我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但如果是拿着小曲的钱，还是不敢想呀。将脑海里的杂念抛到一旁，李成刚开始专心复盘，仔细研究大盘走势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接下来的行情并不是很妙啊。接着他又开始看起了自选股，绝大多数的股票走势都是和大盘相同的，但也有少数的股票会呈现出来独立的走势。在老股民看来，这种股票是属于所谓的强势股。一只股票的走势引起了李成刚的注意力。乐视网，这是一只强势股。李成刚仔细地将乐视网之前的 K 线图、成交量、换手率全部都仔细看了一遍后，仔细思考起来。除了那只重组的股票，我现在股市里面还有4万块钱资金。资金虽然小，但是徐翔当年都能够凭借4万块钱做到几个亿，我为什么做不到？在股市里面，如果说众多散户最为佩服的人是谁，那无疑就是徐翔了。从4万块钱入市，一直做到几个亿，现在据说已经有几十亿了。那只重组的股票暂且也算它重组失败，这样的话，将来肯定复牌后要吃好几个跌停板，那就是暂亏5000块钱。李成刚在电脑上创建了一个文档，输入了数字1万。那么我现在能够动用的资金也就是5万块钱，当然小曲这2万块钱是绝对不能用的。看着股票软件上的乐视网走势，李成刚心里下定了决心。干！李成刚又仔细地看了一眼乐视网这只股票的走势，2013年3月22日收了一个倒垂线，收跌2.5%。从 K 线图上来看，今天像是一个双头顶，而且成交量还是缩量的。从换手率和成交量来看，好像事实并不是这样。由于明天是周六不开盘，所以李成刚又打开60分钟 K 线图，研究到了半夜3点才关闭电脑，昏昏睡去。第二天一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他吵醒。喂，哥，都几点了？你还在睡觉啊？我已经做好饭，来到小区门口了。你是哪栋楼啊？李成刚一听，登时清醒了过来，摇了摇头，将睡意驱赶走。你来我们小区了？是啊，我带饭过来的。你快告诉我你在哪？李成刚犹豫了一下，将门牌号告诉了他，从床上跳下来，开始火速洗脸刷牙。几分钟后，敲门声响起，李成刚将门打开，看见曲婉柔拎着一个塑料袋，笑眯眯地看着他。哥，我做了几个菜，请你尝一下。曲婉柔直接走进了屋里，将手里的塑料袋放到桌子上。我参观一下啊。好，为什么要做好饭之后给我送过来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喊我去他家里吃饭才对啊。曲婉柔在屋子里转悠了一圈后，看见李成刚坐在沙发上发呆，笑了笑说道：哥，我们吃饭吧，我做了米饭，炒了包菜，木须肉，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李成刚看见他关心的眼神，忽然间心里一动。你是专门来给我送饭的吧？是啊，对了，你收到钱了吧？看见曲婉柔的样子，李成刚心里越发可以肯定自己的猜测没有错。他应该是专门打着送饭的借口来看看我租住房子的情况，但又担心我会拒绝，所以用这样的方式。难怪一进门并不着急拆饭盒，而是房间里面到处看。收到了，小曲，我之前不是和你说我现在有钱，不需要你的钱吗？你银行账号一会儿发来，我给你转回去。哥，我昨天上网搜了一下，人家都说炒股的本金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赚得多。没错，是这样的，但如果赔起来，钱越多也赔得越快。我不懂。你这个笨蛋，你想啊，1万块钱的10%是1000块钱，2万块钱的10%不就是2000块钱了吗？你一定会赚的。借你吉言，不过那2万块钱还是要还给你的。不用了，哥，你的钱都投入到股市里面了，我还有工资，你没有工作，总得生活吃饭啊。吃饭的钱我还是有的。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我之前买了一只股票，它被借壳重组了。借壳重组什么意思？和这种股市小白解释借壳重组，还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李成刚左右看了看，指着他的饭盒说道：就像是这个饭盒一样，它现在里面装的是包菜，拿出去卖的话，大概能卖到10块钱。但如果这饭盒里面装的是黄金呢？这不好计算啊，得首先知道这饭盒里面的黄金有多少克才行，然后看收购价又是多少。这就是借壳重组的意思。这个饭盒就是壳，以前装的包菜，现在要换成黄金了，明白了吧？我还以为真的是要装黄金了呢。哥，那你的意思是你赚钱了呗？
没错，从公告上来看，如果成功了的话，至少能赚5倍。那你买了多少钱的15000块钱，如果真能翻5倍，那就是75000块钱了。才15000块，哥，你为什么没有多买点啊？要是你当初买了100万的，那岂不是就有了600万吗？你知道你说这话的口气像谁吗？像是一个炒股的人。什么意思啊，哥？炒股的人就是像你刚才那样，一旦买的股票上涨，在高兴了之后，立刻就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才买了这么一点。这很正常啊，哥，谁不想赚钱啊？能多赚，为什么要少赚？你错了，小曲，炒股最忌讳的一点就是贪婪。没错，哥，但人性就是这样啊。小曲，这2万块钱我得还给你。哥，你拿着用吧，等你什么时候炒股赚钱了，加倍还我。对了，要不然就算是我借给你投资的，赚钱了给我分红就行。小曲，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炒股可不是稳赚不赔的。即便就算是在牛市里，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也是会赔钱的。对了，哥，牛市是什么？以前我偶尔也从新闻上看见，说什么牛市来了，人人赚钱，这是真的吗？是这样的，牛走起路来是昂首挺胸向上的，所以牛市就形容股市在不断向上涨。反正在牛市里面，大多数的人都可以赚到钱，哪怕是什么都不懂的人。哥，那什么时候有牛市啊？我感觉应该是快了，连续几年下跌，感觉像是在为之后的牛市在做准备。那牛市来了以后，我也进去买点股票，是不是也能赚钱呀？当然，没听见我刚才说的吗？只要牛市来了，就算是无脑买入，然后一直握着不动，傻子都能赚钱。那这样一来的话，牛市里面聪明人岂不是赚得更多了？恰恰相反，聪明人在牛市里面几乎都会赔钱。那是为什么？因为聪明人想一次性把钱都赚完。李成刚看见曲婉柔的脸上充满了迷茫，哈哈一笑，说道：“小曲，股市是非常复杂的，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我们吃饭吧。”那好吧，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后，曲婉柔去洗碗。李成刚在沙发上坐了几分钟后，觉得有点无聊，干脆打开股票软件看了起来。他看了10几只自选股的 K 线走势图后，又下意识研究起了乐视网的 K 线走势。缩量双顶，这到底是主力在故意恐吓，还是真的到此为止了？哥，这就是股票吗？红红绿绿的，好复杂啊！李成刚回过神来，看见曲婉柔好奇地站在一旁看着电脑。我计划过几天买这只股票。乐视网，哥，这只股票会涨吗？不知道，看 K 线图反正是挺危险的，感觉像是在做缩量双顶的形态，但是看换手率和成交量，我感觉又不像。缩量双顶是什么意思？你看这里，李成刚指了指乐视网3月6号和3月22号的2根 K 线，解释说道：“这是2个高点，大概能看明白吧？”曲婉柔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缩量双顶的意思就是这第2个高点价格出现了新高，但成交量却是比之前的高点要萎缩。通常来说，这就是主力资金在偷偷出货了。一次意外的股票交易，竟让男人意外收获单身美女的神级青睐，不仅倾其全部积蓄鼎力支持，更贴心提供上门送饭的专属关怀。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还需要再确定一下，它会不会真的是缩量双顶。哥，我也看不懂，反正你觉得好，那你买就行了。小曲，买股票不是赌博，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逻辑支撑才行。我得再观察一下，至少也得等它跌到前期的支撑位，才会考虑要不要买入。我知道了，哥，你不休息一会儿吗？不了，小曲，你要是累了就回家休息吧，我还要再研究一下。行，哥，那你也别看电脑太久了，这东西不仅有辐射，对眼睛也不太好。小曲，谢谢你的午饭。对了，你的银行账号还没有告诉我呢。哥，你不要这么见外行不行？算是我借你的，要不然你帮我随便买一只股票也行。就这样，我走了。星期一上午9点，李成刚准时坐到电脑前等待股市开盘。经过集合竞价后，大盘竟然出乎意料的高开，但乐视网的股价却一路下跌。换手率并没有放大，这应该不是缩量双顶，而是主力故意设计出来给散户们看的 K 线图。乐视网的股价又开始了震荡，股价但凡接近分线走势后就立刻缩了下来，而大盘也是在高开之后一直向下震荡。主力不得好死，一买就套。幸亏上个星期五跑得快，要不然就要弃套了。兄弟们没有跑的抓紧时间割肉了。乐视网目前有可能是在回踩支撑位，如果能够支撑住的话，应该还会有一波上攻走势。李成刚注册了一个账号，随手发了一个帖子。我建议现在最好别割肉，否则日后一定会后悔。狗托，又是主力派你来喊老乡别跑了，是不是？你也看好乐视网这只股票吗？你觉得它现在是在回踩支撑位，有什么逻辑吗？楼主是个狗托，缩量双顶的构造傻瓜都看出来了，但楼主还喊着回踩支撑，这是什么意思？明显就是稳住一些不懂技术的菜鸟，让主力资金先跑。那我们走着瞧吧，你明显就是个老韭菜了，炒股这么多年竟然还什么都不懂，我真替你可悲。回复完之后，李成刚关掉贴吧继续盯盘。我如果是主力资金，这个时候会怎么做？李成刚切换到 K 线图上盯着走势，仔细看了一会儿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我如果是主力资金，在准备拉升之前肯定是要洗盘，把那些不坚定的筹码彻底清洗干净，方便拉升。李成刚看见股价在1点半后终于突破了分时线的压制，重新站了起来。临近2点半时，几百手买单将股价拉升成了红盘，最终收盘时股价居然还上升了1.03%。看来是主力在洗盘了，假如是出货，主力根本没有必要尾盘将股价拉回来。接下来的几天，李成刚也不出家门，饿了直接就点外卖吃，开始时间就一直盯着乐视网的走势。现在终于明白，在股市中被称为最牛散户的徐翔为什么会复盘到半夜了。复盘累了之后，李成刚也会去看一下乐视网的帖子，五八里面都要炒翻天了，尤其是他之前发的那个帖子。别骂楼主了，炒股嘛，就是个人提出来不同的看法，要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一致，那就不是市场了。你和楼主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在3月28日开盘后，李成刚看到乐视网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今天的乐视网在9点半开盘后，一瞬间上千手大卖单凭空出现，凶猛砸盘。
盘，股价瞬间直线跳水，仅仅5分钟，乐视网就暴跌9.9%。这应该是有前几天买入的散户被迫止损割肉了。这意味着，如果一会儿出现超级大卖单的话，今天这个跌停板就会被彻底封死，无路可逃。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出手呢？一直持仓不动的李成钢，在这个时候有些蠢蠢欲动。今天砸盘的力量其实并不强，但为什么却能够砸到跌停板上呢？这个想法冒出来后，他立即意识到乐视网这只股票眼下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他的交易准则范围内。买。李成钢毫不犹豫将仓位设定到了1/2，一瞬间800股乐视网的股票以24.95的价格成交了。眼看乐视网就要跌停了，就在这时，连续3、4个100多手的买盘突然凭空出现，将上方的卖单一扫而空，股价瞬间上升，来到了-4.65%的位置。这绝对是主力在洗盘。接下来，乐视网这一天股价都在-5%的幅度徘徊着。到了下午2点半，又一次连续出现了几百手的大卖单，将股价砸了下去，最终尾盘收在了-6%的位置上。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今天几乎是买到了最低点的位置，所以哪怕乐视网是大幅下跌收盘，我还是赚钱的。对于不炒股的人而言，他们是无法理解股民的心情。每天看似没有任何动静的股市，就像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明天应该可以小赚一点了。李成钢的手机忽然间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是曲婉柔打来的。怎么了，小曲？哥，你吃饭了吗？你想吃什么？我去买菜。李成钢看了一眼时间，发现居然已经是5点半。这时间过得真快，别做了，我们出去随便吃点吧。算了吧，自己在家做可以省不少钱呢。没关系，又花不了多少钱。我想吃火锅了，咱们去吃火锅吧。其实李成钢对于火锅也就是一般，但他知道曲婉柔很喜欢吃火锅，有点贵。没关系的，哥今天赚钱了，请你吃。真的吗？那咱们去吃火锅，我马上就到你们小区门口了，你出来吧。哥，今天你赚钱了，卖股票了。没错，现在暂时盈利几百块钱，不过到底是亏还是赚，目前还不好说。为什么？股票这东西只有交易后才出结果，没有卖掉之前，有可能亏损，也有可能盈利。有句话叫做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空仓的是祖师爷。空仓不就是没有交易吗？这也算是祖师爷。小曲，你怎么知道空仓就是没有交易？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恶补股市知识哦。你也对炒股有兴趣？我总得学点股市知识，要不然你每次和我聊股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傻子一样，都插不上话。难道他是为了我专门去学习股票知识的？李成钢啊，李成钢，你在这里想什么？小曲又年轻又漂亮，你算是什么东西？人家会为了你去专门学习炒股？别做梦了。哥，你怎么了？没事儿，点菜吧。曲婉柔要了麻辣锅底，点了好几个蔬菜。为什么不点肉？因为肉贵啊，多吃点菜也能吃饱，一份羊肉的钱都能点好几种蔬菜了。还真是想方设法的给我省钱啊！加一份羊肉。不用了，我最近减肥，不吃肉，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哥，你现在全职炒股，没有固定收入，不应该乱花钱的，应该节省一点。小曲，钱这东西是赚出来的，不是节省出来的。对了，说到钱，我还得把钱还你。哥，你怎么还惦记这事儿啊？我不是说了吗？给你投资的。不行，我用我自己的钱买股票没有心理压力，但如果用你的，我会有压力的。我怕给你亏了，所以在心态上我其实就已经输了。如果真的交易，那大概率肯定是赔钱的。对了哥，我这几天看关于股票的书，很多人都说心态第一，一定要做到上涨不慌，下跌不怕的心理素质才行。这是因为什么？这的确是对的。在我看来，交易的心态要做到心如止水，不能夹杂其他任何的想法在里面。心如止水是什么意思？股市就是一个放大器，在股市里面，所有人都会被贪婪、恐惧、兴奋等等情绪所笼罩。如果一个投资者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那他必然肯定是赔钱的。哥，那你说的心如止水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冷静吗？没错，买入卖出股票其实就是一个交易的过程，一买一卖，动动手指就行了。其实非常简单，但复杂的是在这个过程的心态情绪变化。男人前脚精准抄底，后脚股价应声井喷，甚至整个股市都成了他的私人提款机。面对这泼天富贵，他只是淡定的喝了口泡面汤。毕竟当 K 线走势早已在心中预言百变，这一切不过是命中应得的馈赠。小曲，你听说过一个笑话吗？什么笑话呀？记者问大爷，在有1000万的基础上是否愿捐100万？大爷爽快答应。问是否愿捐500万？大爷一口答应。但被问及能否立刻捐1000元时，大爷却立刻拒绝。因为老大爷真的有1000块钱。没错，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一旦真正涉及到自己的意识，你的心态就会立刻变得不一样了。哥，我不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肯定是对的。小曲，有句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这就是大多数散户真实的写照。买入一只股票后，哪怕这只股票明明出现下跌的趋势，却依然能从这些不好的消息中解读出来所谓的好消息。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在股市里有句话叫做利空出尽是利好，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后，反而是好消息了，因为这都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听起来有些道理，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证明这些坏消息就是所有全部的坏消息呢？难道就没有更坏的结果了吗？不需要证明，相信就是最好的证明了。这不就像是把头伸进沙子里的鸵鸟一样吗？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因为恐惧，真是不可思议。吃完火锅我们去银行，我把钱取给你。哥，你就这么看不上我是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就非要坚持把钱还我呢？我想帮你一下，就这么难吗？小曲，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你的投资我真的不敢用。至于原因，我刚才也给你解释过了，我怕用了你的钱会有心理压力，所以还是还给你吧。哥，要不然这样，钱你也别还我了，等以后买股票的时候，帮我也买2万块钱的，赚了的话我们对半分，要是亏的钱超过5000后，你还我15000，行不行？哦，你确定？我确定。小曲，你真的让我帮你投资？没错，哥，你也知道的，我不懂炒股，所以就委托你帮我投资了。既然你打算投资，那我得先和你说好，我可以帮你买股票，但是你做好亏损的心理准备。我想好了，哥，如果亏损5000块钱，那你就把钱还给我，好吧？
没问题，那我答应你。不会一下子就赔光吧？当然不会了，加上你这2万块钱，我账户里面现在可以动用的资金就是6万块钱了。如果亏损1万块钱，那我就给你15000块钱，我们2人等于各亏5000。6万块钱，那岂不是说，如果亏损接近20%，就是差不多结束了？我这段时间看人家说，买一只股票一天最多可以亏损20%，也就是说运气不好的话，一天就可能亏损1万2。那是全仓买入，我买股票不会全仓买的，即便是再看好，最多就买5成仓位就足够了。为什么？既然看好，为什么还只买5成仓位？难道不应该全部买入吗？投资有风险，投资不是赌博，不能因为看好一只股票就全仓买入，鸡蛋不能放入一个篮子里。哥，你说的有道理。我这都是赔钱交学费之后领悟出来的。其实炒股不要太贪心，制定好交易纪律，想要大幅度亏钱也是很难的事情。这话怎么说？我从网上看，许多人炒股都是亏钱容易赚钱难，怎么到你这里反而变成了亏钱也很难了呢？我说的是大幅度亏钱，比如亏损10%以上。哥，我不懂，你给我讲讲呗。我之前每次买入股票时，一只股票只买30%的仓位，这样一来，只要这只股票亏损10%，那我就立刻止损。但对于我的总体仓位而言，这次交易损失只是占据了3%而已，亏损幅度并不是很大。这样啊，哥，你这样控制了风险，但同样如果赚钱了，也赚的不多啊，这就是个有利弊吗？小曲，你知道炒股靠什么赚钱吗？靠上涨。股市赚钱的秘诀在于复利，比如我每次买入30%的仓位，而买入的股票上涨5%的我就卖掉，对于我的整体仓位来说，我就可以获利1.5%的利润。那也太少了吧？你别小看这1.5%，假如我每天都能赚这么多，一年下来我的总体资金就会翻好几倍的。假如我们一个星期赚1.5%，那么一个月就是6%，12个月下来，收益率就是72%。这样算的话，的确是不低，而且是相当高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不用这样的方法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贪婪，第二个就是着急。散户大多急于求成，资金不愿闲置，却忘了财不入急门。在股市勤奋往往是陷阱，操作越多错的越多。哥，听你的意思是，如果天天买卖股票，肯定是不会赚钱的。没错，亏钱的散户往往其实就赔在了一个急的心态，他们把股市当作赌场，恨不得一夜暴富，手里的资金有多少买多少，这样的人不赔钱才怪。你懂得真多，我这都是自己瞎琢磨、瞎总结的。哥，我觉得你这可一点都不是瞎琢磨。我这几天也看了看关于股市的书籍，我觉得你说的比我看的那些书好多了。和你聊天，感觉特别长知识。你不嫌我烦就行了。其实不炒股的人听到这些都觉得很烦，因为他们听不懂。我没觉得烦，哥，你刚才和我说的这些话可都是经验之谈啊。反正我觉得多学习点，多了解一点自己不懂的，肯定是好的。多学一点的确是好的，反正根据我这几年在股市里面得到的经验来看，只要你不断的学习，总有一天你掌握的知识会变成相应的金钱，获得收获的。哥，你说的没错，那我就祝你发大财。对了，你明天想要吃什么？我下班做啊。这几天你就先别来找我了，我要观察一下买的股票。那好吧，哥，那你就先忙着，等不忙了再给我打电话。好。实际上，李成刚就算是看股票，也绝对不会忙得没有时间和曲婉柔联系的地步，他是故意这么说的。毕竟小曲是一个单身未婚的美女，而我已经是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的男人，还是要尽量避免太过频繁的联系的，以免影响到她。昨天一度差点跌停的乐视网，今天居然高开了几个点，李成刚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手里的股票全部都抛掉。开盘急拉不是什么好现象。果然，李成刚将仓位清掉后，股价瞬间又直线落下，将刚才的涨幅全部抹平了。李成刚反手再次又买了进去，这样一来，他持仓的800股成本又降低了2%左右。成本决定心态，持股成本越低，对于股价波动的反应就越迟滞；相反，成本越高，对于股价波动就越为敏感。对股市实行 T+1的交易模式，也就是说今天买必须明天才能卖掉。过了10点半之后，乐视网忽然间又出现一波拉升的走势，股价涨幅一度上升到了3.5%左右。这是要震仓啊！今天肯定不可能大幅上涨的。乐视网的股价在拉升到3.5%左右后，很快又跌了下来。果然还是又掉下来了。这一天，乐视网的股价都在不断上蹿下跳，对比起同期的 A 股上证指数走势而言，乐视网显得十分强势。这证明资金很看好乐视网这只股票。李成刚复盘后心里更加有底了。今天乐视网收盘上涨了1.31%，但成交量却是比昨天要少一些。股价没有缩量走平，这证明还有一跌才对。经过今天的操作，李成刚持股的成本更低了，目前浮动盈利有1000多块钱。心情大好之下，他到东财股吧里面看了看。昨天的下跌明显是在洗盘，今天的上涨已经证明了一切。下个星期乐视网肯定要大涨。老兄说的没错，能不能分析一下能涨到多少钱啊？下个星期还能不能进场上车啊？洗盘，这一定是主力的狗托，用不好就是主力自己的马甲，这分明就是在出货。洗盘的话，有这样的洗盘方法吗？没错，大家擦亮眼睛，千万别被狗托诱惑的进场接盘。李成刚将东财贴吧里面的新帖大概都看了一遍后，觉得颇为无聊，穿上衣服打算下楼去买瓶啤酒喝一下。刚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蓝白色旗袍、黑色丝袜拖着行李箱的美女，猛然间一个机灵叫了一声，吓了李成刚一跳。陌生男子深夜带着空姐现身宾馆，前台心领神会的问：“需要大床房吗？”空姐却瞬间脸红，连连摆手：“不，标间就行。”这一切的起因还得从1个小时前说起。你干什么？从对方这一身装扮上看，这美女好像是个空姐。不好意思啊，我看你家灯亮着，想看看有没有人，恰好你拉开门，吓了我一跳。你是要找这房东？是的，我刚下班回来，就在对门住着。今天有些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想问一下沈姐是怎么回事？你是她老公吗？我是租房子的，不过我有她的电话，
要不然你打电话问一下。算了，我也有沈姐的电话，刚才不好意思了啊。白冰冰对李成刚笑了笑，转身打开房门，拖着行李箱走了进去。没有想到居然会有一个空姐邻居。李成刚买完啤酒回到家门口时，发现身后房门响起。大哥，能请你帮个忙吗？一个留着披肩长发的美女探出头来，对他笑了笑。李成刚仔细看了一眼，才认出来她就是那个空姐。怎么了？我家卫生间里的电路好像出了问题，你能帮我看一下吗？这倒是没问题。卫生间在哪边？在这边。白冰冰领着他一边往卫生间走去，一边说道：大哥，我叫白冰冰，你呢？我叫李成刚。李成刚来到卫生间后，看见里面黑乎乎的一片，按了下墙壁上的开关，却没有任何动静。灯坏了。我也不知道，就在刚才打算烧点热水洗澡，结果刚插上热水器，就听见砰的一声，然后灯泡也没电了。那应该是短路了。你家电路总闸在哪里？白冰冰领着他来到厨房，指着墙壁上的一个电路箱说道：在这边。李成刚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看了一眼电路箱里面的空气开关，果然有一个空气开关跳闸了。李成刚被转过身，伸手扶住空气开关。你站远点。李哥，不会有事儿吧？没事，放心吧。李成刚才将开关推上去，就又滑下来。我将电热水器拔下来试试。李成刚走进卫生间里，将热水器的插销拔出来。这一次将空气开关推上去后就没有再跳闸。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热水器坏掉了，第二个是墙壁上的开关坏掉了。具体是哪一个坏了，还得进一步检查才行。李哥，那现在不能检查吗？我这飞了2天才回来，身上黏糊糊的，就想洗个澡。广市这边一到了3月底就已经热得让人受不了，天气还潮乎乎的，一天不洗澡都不行。我倒是会修，可是我没有工具啊。原来是这样，那家里没有工具吗？我是租房的，怎么可能会有这些工具呢？除非房东有。李大哥，那能麻烦你回去找找吗？这个倒是没问题。李成刚也没推辞，拎起啤酒转身走了出去。我和你一起找吧。白冰冰也不好意思让他一个人忙碌，跟他走了出来，随手将门关住。那就谢谢你了啊。两人开始在房间的抽屉里翻了起来，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一个人放的东西，10个人都找不到，要不然你给沈墨农打个电话问问。那好吧，也只能这样了。白冰冰拿出来手机，找到沈墨农的电话拨了过去。喂，沈姐，我是冰冰，我家里的电路出了点问题，找了租你房子的李大哥帮忙，但是他没有工具，想问问你的房子里有没有工具呀？李哥，你要什么工具？万能表和电笔。沈姐，有没有万能表和电笔？这个没有哎。那好吧，那看来只能等明天我出去买一个了。那怎么好意思呢？还是我去买吧。没关系的，反正这东西居家必备，说不定哪一天就能用上。唉，李哥，真是谢谢你了啊！不用谢，其实也没帮上你什么忙。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这几天挺忙的，我都快要累死了。你们工作还挺辛苦的，那就早点休息吧。好的，李哥，你也早点休息。李成刚关上了门，刚喝了一口啤酒，就听到了门外的敲门声。他打开门，看见白冰冰站在门口。又怎么了？李哥，你知道开锁的电话吗？我忘记我换衣服了，刚才出门没有拿钥匙，把自己锁在外面了。你这可真是祸不单行啊！哎，我都快被自己给气死了，我真是个猪脑子。你可别这么说，你比猪可漂亮多了。李哥，你别逗我了。开锁的电话我没有，我记得一般街道好像都有开锁店铺，我陪你找一下吧。太谢谢你了，李哥，我怎么没有想到？李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之前才被辞退，现在是无业游民。啊？因为什么被辞退了？因为上班炒股被老板发现了，杀鸡儆猴，我就成了那个牺牲品。炒股？李哥，你也炒股呀？没错，听你的意思，你也在炒股吗？我都炒股好几年了，只可惜还是颗韭菜。在股市里面，散户都经常戏称自己为韭菜，原因是韭菜这种作物割了一茬，很快又能再长出来一茬，而股民们也是如此。很正常，炒股的人大多数都是韭菜。李哥，那你没有去找工作吗？没有，我现在是全职炒股。全职炒股，李哥，你可真有勇气！你现在买的什么股票啊？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推荐股票这种事情，我是从来都不做的。赚钱了还好说，一旦亏钱了那就完蛋了。这倒是，我有几个同事，他们也炒股，我以前也跟着他们买，但后来总是赔钱，也就不听他们的了。两人在小区周边一边寻找开锁的店铺，一边闲聊着。李哥，你这样全职炒股风险很大的，不过你真的是很有勇气。没办法，我打算搏一下。上班无非就是稳定的穷着，但股市确实有可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虽然挺难的，但是人这一辈子总得拼一下才行，万一成功了呢？唉，我以前也是听人说股市里面能够赚到钱，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面的钱真的是不好赚啊。你既然打算全职炒股，那你的技术肯定很厉害吧？你算是基本面派还是技术派呢？应该算是技术派吧。哦，我看许多人都说所谓的技术派其实就是投机者，根本就不能算是投资，而且这种人赔钱的概率通常都是很大的。所谓的价值投资，不也是有许多人都被深套吗？那个不一样，那些价值投资者，他们都是抱着一只股票认定不放手，通常要拿好几年的。小白，对于你这个观点我不认同。不论是技术派还是基本面派，这两种投资者入市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赚钱。同样在股市里面，不管你是什么派，赚钱才是最终的目的。李哥，你分析的真是一点都没错。很多散户都是你这样的心理，一被套就硬扛着不动，还在心里安慰自己，结果最后就是短线变长线，长线变贡献。李哥，你说的真对，我要是早点认识你，肯定就不会亏损那么多了。那也未必，炒股这东西怎么说呢？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如果只是一味的听信别人的话，没有属于自己的判断，那也是不行的。是啊，反正一跌了，心情就特别糟糕，干什么都没兴趣，闷闷不乐的。股市不是多劳多得的地方，但很多散户偏偏都反着来，频繁的买卖交易，很多人亏钱其实并非是亏在了技术上，而是亏在了心态以及违反交易纪律这两样上。白冰冰点了点头，看了看周围的店铺，郁闷的说道：“李哥，这周围好像没有开锁的，这怎么办啊？要不然今天晚上就在外面找个宾馆开房住一夜吧，只能是明天再想办法了。”哎，也就只能这样了。白冰冰叹了一口气，她摸了摸口袋，旋即更加郁闷。我连身份证都没有拿，去宾馆开房也不行啊。走，和我回家拿身份证，我给你开个房。谢谢你了啊，李哥，要不是遇到你，我今天恐怕就麻烦大了。你太客气了，小白，举手之劳而已。要大床房吗？李成刚看懂了服务员眼里的意思，估计这服务员肯定也是职业习惯。不要。服务员有些疑惑的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李成刚，要个标间就行了。你上去休息吧，我先回去了。谢谢你啊，李哥。不客气。大哥鼠标一点，身旁的空姐就惊呼麦飞，结果下一秒股价当场表演高台跳水，听话的像是他冲了市场的 VIP， 这波精准预判简直是神仙级逃顶。翌日，李成刚帮白冰冰修好开关，对方为表感谢主动请他吃饭。李哥，你现在买的是哪只股票？我现在持仓的是乐视网。乐视网，我也买了这只股票，这要巧，我前几天卖掉了，这股票前几天差点跌停。那就更巧了，我恰好就是那天买的，弄不好是我把你的股票给买回来了。那还真有可能。不过你为什么会买这只股票？难道不怕继续跌吗？而且这乐视网涨得也太多了，估计主力资金已经开始在出货了。强者恒强，你难道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吗？在股市里面，越是连续上涨的股票，反而有可能涨得越多，最后会变成5倍甚至是10倍涨幅的股票。你的意思是乐视网可能会是10倍股？这个我不能确定，反正乐视网这只股票要比大盘强许多，而且弹性也好。李哥，什么是弹性啊？弹性很简单啊，就是它的涨跌幅要大于同板块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就是弹性好。原来是这样，我以前买的股票，每次涨的时候总是比同板块的股票涨幅低，但跌的时候每次都跌很多。李哥，这样的股票是怎么回事？你买股票的时候选股的标准是什么？不会是因为名字好听吧？这种大多数都是新股民，买股票的时候看见某个股票的名字比较好，就直接买入。那倒还不至于，我买股票也没什么标准，就是看哪个股票上涨，我就直接追进去。不过经常出现刚一买入就下跌的情况。小白，你有没有觉得主力就盯着你那几手，一买就跌，一卖就飞，仿佛账户被监控了一样？没错，李哥，我遇到过很多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主力资金并非针对你，只是你的操作和大多数散户同步了。李哥，你的意思是大多数人都是像我这样操作的？没错，股市是心理博弈场，心态重于技术。主力资金其实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买和卖，他们只是注重在某个价格区间成交了多少手，换手率是多少。李哥，我下个星期休息，能不能看你炒股啊？你想怎么看？就是交易的时间，我去找你，看你是怎么操作乐视网这只股票的。好啊，随便。那就这样说定了啊。白冰冰9点就敲开了李成刚的门，到了9点半之后，乐视网一开盘股价就有一个小幅的拉升，涨了，涨了。淡定。李成刚打开60分钟 K 线图，看了一眼，又切换回来，看了看软件上的量表，量能不够。李哥，这不是在上涨吗？还量能不够？不过话说量能在哪里？这里有一个量比的指标，现在的量比才是3左右，这个量能太少了。乐视网的股票又突然出现几百手买票，涨幅达到了3.25%。李成刚快速挂单，现在的价格是27.21，但是他却直接将卖单价格挂到了27.01，刚点击卖出，瞬间股票就显示成交了。李哥，你为什么要挂这么低的价格？你看这里，李成刚打开成交单，指了指价格，明明挂的是27.01，但是成交价却是显示的以27.20的价格成交了，这是怎么回事？小白，你炒了好几年股，竟然连最基本的规则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规则呀？第一是时间优先，就是同样的时间里挂单早的先成交；第二是价格优先，就是同样的时间，你虽然挂的卖单比我早，但我的价格更低，那么也是优先成交我的。原来是这样，难怪你挂的是27.01，结果却在27.20的价格成交了。是的，同样你如果看好一只股票，想要直接买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高于卖盘的价格挂单。我明白了，李哥。白冰冰点头，指着电脑惊呼：“又涨了，又涨了！”李成刚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乐视网的涨幅已经达到4%左右，价格更是到了27.40。李哥，你这可是卖飞了啊！估计今天要涨停了。那是不可能的，量在价先，现在才是3.67的量比，这个量能很快就会下来的。话音刚落，白冰冰就看见上一秒钟还猛烈拉升的股价，仿佛听见了李成刚的话，立刻掉头向下，又跌到了27块钱的价格。李哥，你刚才应该再拿一下，多等几分钟就能卖到最高点了。最高点？那怎么可能？就算是股神巴菲特来了，他也不可能卖到最高点。这是为什么呀？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总想着买到最低，卖到最高。但事实上有这样想法的人，每次股票都已经跌到低点了，但他觉得还会更低，最后都会以高价买入。就是涨幅到达某个比例，就一定要买或者卖吗？
没错，我也是后来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不求买到最低，也不求买到最高，只要买到相对低位和卖到相对高位即可。小白，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股民总是右腿比左腿粗吗？白冰冰一愣，下意识看了看自己那双纤细修长的腿，然后一头雾水地对李成刚说道：“没有啊，李哥，我双腿都是一样粗细的啊。”我是给你说段子呢，你怎么还当真了？讨厌，我还真的以为我的右腿比左腿粗呢。李哥，这是个什么段子？你说来听听。就是因为许多散户，尤其是在卖出时，总是要求自己卖到最高点，结果真正股价到了高点以后，他们又舍不得卖，结果错失最佳时机，最后匆忙挂单成交。说完，李成刚用力拍了一下右腿，一脸懊恼叹气说道：“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刚才就卖掉了呢。”然后呢？就是这样啊。李成刚哈哈一笑，又拍了一下右腿说道：“你看国人大多数都是右撇子，一后悔时总是用力拍右腿，所以时间长了右腿自然就比左腿粗了。”哥，你还真是幽默啊。二人短暂闲聊后，又将注意力放到股票上。李哥，你昨天说很看好乐视网，但今天为什么又要卖了呢？你是打算做 T 吗？所谓的做 T，就是当天高价卖掉，然后在股价回落下来后，再买回来同样的股数。不是做 T， 你看这里。李成刚将 K 线图往小缩了缩，白冰冰看了看，一头雾水。不明白。现在乐视网这个价格，股价正是前期的高点，处在这个位置，肯定要经过充分的换手和震荡。按照波浪原则来看，等股价开始走平时，才会突然进行最后的拉升。李哥，你懂得真多。而且那天的跌停板，实际上价格还并没有触及到前期的价格低点。通常来说，最后一跌肯定要跌出一个相对低点，才算是合格。你说的这个前期低点是哪里？在这里。李成刚指了指那天跌停板的位置，说道：“必须要有一个价格比这里低，才算是相对低点。而且这个低点出现后，第二天要立即收回来才行。”李哥，如果真像是你所想的那样，乐视网还有一波主升浪的走势，那现在持股不动，岂不是更好一点吗？小白，你知道散户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不知道，散户还有优势？我觉得在股市中，散户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啊。散户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资金量小，船小好掉头。是不是主升浪？我现在也不敢肯定，只有乐视网这只股票突破长期盘整平台之后才能确定。李成刚用股票软件画线的功能，在之前3月22日的高点画了一道线，说道：“等到它什么时候放量突破这里，我就追加一些仓位买入。”李哥，那要是这样的话，你从这里买入，岂不是成本更高了吗？那你又是何必呢？小白，每个人的交易系统不同，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赚钱，而且我的要求很简单，要的是确定性。李哥，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既然你看好乐视网这只股票，那你为什么又要卖它？低位筹码不拿，反而要去追高位的？看长做短，我要等它突破长期平台，确定开启主升浪走势，我再进场。哪怕到时候买入的价格高一些，我也不担心，无非就是赚钱少一点而已，但是可以赚到确定的钱。我明白了，李哥，那你的交易模式就是短线？不对，应该是超短线了吧？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不管是短线、中线还是长线，所有持股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而已。只要赚钱的交易模式，那就是好模式。李哥，你可真懂。你难道不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吗？的确，不论怎么炒股，赚钱才是第一，而不是去刻意的追求操作模式是什么线，赚钱才是硬道理。交易结束后，李成刚独自一人又复盘到了下午，时间到了6点左右，他拨通了曲婉柔的电话。小曲，下班了吗？下了哥，怎么了？没事儿，哥今天赚钱了，请你吃火锅。真的吗？赚了多少钱？没多少，不到2000块钱吧。这也不算少了，那咱火锅店见吧。哥，我觉得就算是赚钱了，你也应该节省一点，将你的本钱多攒点，这样才能赚得更多。本钱越多赚得越多，这话是没错的，但赚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总不能为了攒本钱不吃不喝了吧？这倒是，哥，我这几天想着，要不然你以后晚上就去我那边吃饭吧，这样你还能省点钱。哦，这样不太好吧？老实说，这段时间天天在外面吃饭，我都快吃反胃了。怎么不好了？我怕有人看见了说闲话。嘴长在别人身上，总是在意别人的说法，那自己还要不要活了？那好吧，你要是不介意的话，那我以后每天晚上就去你那里蹭饭喽。那就说定了啊。第二天到了交易时间，白冰冰又准时来学习。李成刚看了一眼乐视网的开盘，定在了27.80的价格。高开啊，李哥，你之前不是说这2天会跌吗？今天肯定跌。不一定吧，这都高开了，我觉得有可能冲击涨停。咱们一会儿就知道了。一开盘就是几百手卖单出现，但由下方买单全部承接了，紧接着连续100多手买盘将股价瞬间向上拉起，涨幅达到了2.2%左右。要涨停了，现在要不要进场啊？要不然是不是来不及了？急什么？还能涨到天上去？你肯定判断错误了。话音刚落，白冰冰就看见一个千手的大卖单出现，瞬间将股价上升的趋势打破，旋即又是连续的上百手卖单出现，将股价砸了下来。看见没有？要开始砸盘了。现在还早，这才刚开始交易。不信咱们走着瞧。李成刚看完大盘，又继续观察起了乐视网的走势。乐视网在高开强势了几分钟后，股价一直下滑。10点半之后，股价已经跌到了负0.4%的位置。你现在觉得它还能涨停吗？唉，李哥，还是你沉得住气啊！要是今天早上那走势，我肯定会冲进去买的。这是不是主力资金在派发筹码出货了？目前来说不一定，得继续观察观察。反正我个人觉得它不是在出货。说着，李成刚输入了一个股票代码，看了一眼。
爷复牌了。什么复牌了？哇塞，一字板啊！对于散户而言，最大的梦想就是买入股票之后，从第2天开始就连续一字板涨停。没错，一字板竟然复牌这么快。李成刚看了一眼500万手的巨额封单，将股价牢牢封死在涨停板上，股价显示12.21元，涨幅达到了10.6%。没有想到这只股票居然复牌的速度这么快。李哥，你买了这只股票吗？是的，我有1500股。真是羡慕你啊，李哥，就是有些太少了，只要是再多买一些，还能赚得更多。没办法，我的本钱就少，虽然心里确实有些惋惜，但这也没有办法。李哥，你估计这只股票能有多少个涨停板啊？这不好说，大概10几个肯定会有的，我预计能够涨到50块钱以上的价格。翻5倍吗？这么多的？没错，至少翻5倍。这个股票盘子很小，虽然被借壳了，但是很多股票都是限售股，实际流通股还是原来那么点而已，5倍已经是很少了。那你中午得请客吃饭了。没问题，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吃什么，李哥你随便吧，反正你请客，我听你的。要不然吃火锅？李成刚想了想，鬼使神差的说着，脑海里忽然间闪过了曲婉柔的脸。肯定是这段时间和小曲吃火锅的次数太多了，都快要形成条件反射了。好啊，的确好久都没有吃了。我昨天才吃了火锅，今天又得吃一顿喽。收盘后，乐视网当天的收盘价为26.37，下跌幅度-3.72%。李成刚打开东财股吧看了一眼，贴吧里面又是一片鬼哭狼嚎。出货了，铁证，这2天的拉升其实都是为了拉高出货。完蛋了，我今天冲进去了，明天要不要割肉啊？各位大神，谁能够指点一下，这乐视网到底是持有还是卖出啊？将帖子浏览了一番后，李成刚忽然间看见了那个熟悉的版友名字——冰冰姑娘。乐视网正在进行最后拉升前的洗盘。爷，这看起来挺有想法的。李成刚看见这个标题，顿时来了兴趣，点击进去看了起来。乐视网正在走波段小5浪的调整，当调整结束之后，大概率会有一波主升浪的拉升，请各位朋友握紧手中的筹码，千万别被主力资金的洗盘给吓跑了。看完这个帖子的内容后，李成刚有些奇怪，难道是遇到高手了？看着冰冰姑娘这几个字，李成刚心里一动，脑海里冒出来了一个想法。这个人不会是白冰冰吧？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这个冰冰姑娘发的帖子内容和李成刚之前对白冰冰说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还是明天问一下吧。看了看这个帖子下面回复的股友，几乎全部都是一边倒的骂声。鉴定完毕，楼主肯定是主力资金的狗托，就等着骗大家接盘，好去主子那里领赏金呢。狗托不得好死。最反感这种所谓的技术派了，一顿分析猛如虎，最终结果250。在股市中想要当好人，那可是太难了。这个冰冰姑娘还是太年轻了呀。哥，我下班到小区门口了，你出来吧。我已经出来了。李成刚已经看见了他，笑着挥了挥手。哥，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露一手。做什么都行。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又赚钱了，哥，你不是昨天还说这几天暂时先不买了吗？怎么又买了呀？是我之前买的股票今天复牌了，一字板，正好我最近缺钱，它就及时复牌了，可能老天爷要让我发财啊。太好了，哥，你真棒！曲婉柔开心不已地说着，眼睛里全是佩服。看见他这副样子，李成刚心里也有些微微的得意。都是运气。哥，你最近不是赚了几千块钱吗？再加上这只股票复牌，你天天都在赚钱啊，怎么还缺钱花啊？我当然缺钱啊，连房子都没有，存款也没有，就这么几万块钱而已，难道还不缺钱吗？再说了，炒股这种事情，本钱越多赚的越多啊。你不是说本钱越多亏的也越多吗？没错，你这小丫头记得倒是很清楚。我现在就是在积攒本金的阶段，这只复牌的股票至少能有10几个一字板，当初的15000块钱最少也能给我翻5倍。就是买的有点少了。这东西怎么说呢？都是命。总之，只要能够在交易的道路上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圣杯，那赚钱不过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圣杯是什么？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所谓的圣杯就是一种完美的交易模式。在股市里面，偶尔一次赚钱其实并不难，可是想要做到持续盈利，那就非常困难了。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空仓的是祖师爷。李成刚看着他俏丽的容颜，伸手轻轻在他鼻尖上捏了一下。你现在都已经学会了。李成刚这个举动完全就是鬼使神差，做完后就连他自己都愣了一下，连忙将手收了回来。人好多啊！曲婉柔的心跳漏跳了一拍，旋即心脏猛烈的跳动起来。没错，人是挺多的。咱们快过去看看，要不然一会儿都被人抢完了。行，咱们快去买菜。在买菜时，李成刚负责挑选，曲婉柔则是十分熟练的询问价格、付钱。在热闹拥挤的人群中，有那么一瞬间，李成刚心里忽然间有了一种仿佛两口子一起下班买菜的错觉感。两人边走边聊，来到了曲婉柔所租住的房子里。哥，你坐着看会儿电视吧，我去做饭。你上了1天班回来，肯定也累了，我和你一起做吧，2个人动手还能快点。那好吧。李成刚洗菜，曲婉柔切菜，两人之间虽然是第一次配合，但也显得有几分默契。不一会儿菜就做好了，两人对坐开始吃起饭来。这般温馨的生活，仿佛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哥，你怎么了？哦，没事儿，想到一些事情。你想到他了啊？李成刚看见曲婉柔略有些复杂的脸色，迟疑了一下，否认说道：“没有。”哥，你没说实话，你肯定是想他了，对不对？真的没有。其实就算是想，那也是很正常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再说了，哥你也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不想他才奇怪吧？哎，吃饭吧。两人都在闷不作声的吃着，半晌过后，曲婉柔才忍不住率先开口说道：“哥，你是不是生气了？”没有，对不起啊，我刚才惹你不高兴了。小曲，你可别这么说，
我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活了30年，竟然一事无成，心里有些失落而已。哥，你可别这么想，你怎么就一事无成了？你这几天炒股赚的钱都快抵得上我1个月工资了，我心里特别的佩服你呢。行了，小曲，你就别在这里安慰我了，我自己什么样心里还是有数的。眼下我距离所谓的成功还差得太远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加油！那就借你吉言了。饭后将碗筷洗完，李成刚又坐着和曲婉柔聊了一会儿，就起身回家了。回到出租房，李成刚又开始了雷打不动的复盘。随之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现在一会儿不开电脑看股票，心里就总觉得有种不安的感觉，我这是不是病了？旋即李成刚就否决了这一点，并且很快想明白，这其实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我一定要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圣杯，哪怕这条路再困难再坎坷，我也要坚持下去。要说国内股市所有散户股民的偶像，那么非徐翔莫属。以4万块钱入市做到身价几十亿，简直堪比传奇。若要成功，必先癫狂。李成刚坐在电脑前，脑海里面忽然间想到了这句话：一个人要想真正的成功，那么必然要全身心的投入进去。虽然付出可能不会得到回报，但如果不付出的话，肯定是没有回报的。第二天9点15，李成刚已经坐到电脑前，观看起了股市的集合交易竞价。观察了一下乐视网集合竞价的情况，在9点20分之前是一个红盘高开幅度在5%的架势，这是个假脱单，今天大概率要跌的。白冰冰今天怎么没有来？难不成是睡过头了？李成刚拿起手机给白冰冰打了一个电话，响了几声后，话筒那边传来了白冰冰清脆的声音：李大哥，你今天怎么没有来啊？怎么不打算学习了吗？哎呀，对不起啊，李大哥，忘记和你说了，今天公司里有个同事家里出事儿请假了，让我帮他来顶班，我一大清早就走了，这会儿都已经在飞机上呢。原来是这样啊，我还奇怪你今天怎么没有来呢。那祝你一路平安。李哥，祝你股票涨停啊。对了，李哥，我刚才看了一下，乐视网今天好像要高开啊，如果今天高开，要不要买入啊？这个想法怕是一种散户的代表吧。9点20之前的集合竞价都是假的，不需要相信。你想买的话也可以买点，但是我建议只买3成仓位，最多别超过半仓。好吧，我知道了，李大哥。好啦，我要打扫卫生了，你继续看盘吧。好，再见。李成刚挂掉了电话，看了一眼时间，已经9点21分。果然之前还红盘，一副要高开姿态的乐视网现在已经变绿了，而那只被东堂集团借壳上市的股票又是一个一字板开盘，股价已经到了13.49%，涨幅达到了10.54%，真来劲儿。开盘交易仅半个小时，乐视网的股价就跌到了-5.99%的位置，价格变成了24.78元，比起李成刚第一次买入时的价格还要低了一些。开盘就砸得这么狠，跌得这么急，要不要抄一下底？手指放在鼠标上，犹豫了一下，李成刚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算了，继续观察吧，坚持自己的交易模式最重要。如果因为股价变化而就改变了自己的交易模式，哪怕这一次盈利了，但肯定有一天会因此吃亏的。李成刚切换到了乐视网股票上，认真观察起来，股价稍微被拉回来了一点，但依然还是在-4%的跌幅之间。为什么我刚才那一瞬间有种迫不及待想要买入的冲动呢？李成刚看着不断上下波动的估计，忽然间想到了其中的原因所在，是因为价格。我刚才之所以有了想要抄底的念头，是因为今天乐视网的股价比我第一次买入时还要低。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后，李成刚心里瞬间就平静了下来。在股市里面，价格是最让人敏感也是最让人注意到的东西，但是决定价格高低的实际上是股票的走势，强者恒强，股价越高的股票价格通常都是越来越高。今天的乐视网走势极度疲软，收盘后乐视网的跌幅达到了5.08%，成交量和成交额比起昨天还要略微大了一点。东财股80自然又是各种鬼哭狼嚎，狗装不得好死，因为这几百股都送给你买盒子了。主力全家都身体健康。我就说了，之前是大股逃命的机会，应该趁着主力基金拉高、出货计就的时候，抓紧时间跑路。只可惜有些散户朋友们还偏偏信了狗托成功人士那个帖子里面的话，又有许多人进入李成刚之前发的帖子里面，开始了各种花式谩骂。又不是我让你们买的，交易自由嘛，你们买了之后亏钱了，竟然来怪我，真可笑。今天的下跌并没有跌破前期的波段底部，如果要走一个小五浪调整，今天这个位置就是阶段底部了，请大家握好手中的筹码，千万别被洗出去。这个帖子发出去之后，李成刚自然又是被几十人一顿破口大骂。狗托，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这里哄骗大家，那么看来主力资金的货肯定还没有出完，明天又是一波下杀。没错，幸亏今天割肉割得早，明天肯定又是要大跌了。如果明天能够收一根缩量阳线，那么大概率就是洗盘结束了。看来这个人应该不是白冰冰了，白冰冰这会儿忙着上班，自然不会跑到贴吧里面来发帖子的。对于这个冰冰姑娘的帖子，东财贴吧里面的股民又十分默契的送给她了狗托的头衔。算了，还是继续复盘吧。明天就是清明节，按照惯例，绿股又要有几天的休市时间。大盘的走势看上去十分危险，但是和前几年的走势相比起来，这似乎应该是正在酝酿一波牛市的过程呢。如果真有牛市，那必然肯定是要跌破2000点才行，因为现在的2217点的位置还有点高了。在李成刚看来，绿股的牛市一旦来临之后，大盘的指数必然至少是要翻倍的。管他那么多，反正我现在的持仓股票是借壳重组的，任凭你大盘再怎么跌，我依然稳坐不动。整个清明节假期对于李成刚来说，不像是一种休息，倒有点像是一种煎熬。他每天就是不断的复盘，再复盘。我得趁这个假期看完100只大牛股的历史波段走势。李成刚分析着这些大牛市在启动前、启动中以及最后的主升浪走势 K 线，发现了一个奥秘。不论这些大牛股的 K 线图走势怎么样，唯一不变的就是成交量和换手率这2个指标，这点我还是得再注意一下。终于到了4月8日这一天，类股又重新开盘了，但是白冰
冰冰却没有来，他可能是在上班或者是在休息吧。先不管了，得赶紧分析了。绿股刚开盘，在集合竞价的阶段就有上千只股票都是绿油油的，而时间到了9点25分，集合竞价结束之后就跌破了2200点的大关，大幅低开到了2196点的位置。乐视网同样也没有逃脱低开的命运，以负1.8%的幅度低开。这个清明节很不友好啊！李成刚将页面切换到了持仓的股票上，依然是一字本，股价今天已经达到了14.91块钱的价格。500万手的封单顶在买一的位置上，刚才的集合竞价竟然没有一手卖单，简直缩量到了极致呀！低开的乐视网在向下小幅度砸了一下后，竟然被拉了起来，目前已经涨幅达到了0.60%，变成了红盘。有个细节被李成刚注意到，30手卖单即可打掉2个价位，但买盘被迅速补回，显示主力在拖盘。乐视网的股价再度拉升了1%左右，卖单接连汹涌而出，全部都是一些十几手的零碎小单。不用问，这肯定是昨天买入的散户抓住机会跑掉了。临近中午11点时，乐视网再度走强，涨幅达到5.51%，只在11点半收盘时略微回落了一点。李成刚去东台股吧里面看了一眼，抓紧时间逃命，这是主力资金在拉高出货了。股民朋友们千万别接盘啊！午后2点半肯定会表演直线跳水，谁敢买就等着关灯吃面吧。这家伙不会是狗托吧？别被某些狗托的言语给吓着了。李成刚打算发个帖子，敲击出来一行字后想了想又删除掉。算了，做好自己就行了，管别人那么多。乐视网午盘延续早盘强劲势头，一度冲高7.85%，随后高位震荡，最终收涨6.91%，全天表现显著强于大盘。看来昨天应该就是最后一次洗盘了，成交量和换手率的变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乐视网早盘小幅下杀后，被千手买单拉升至1.51%，旋即遭数百手卖单打压回落。10点整一笔2000手大单直线拉升股价至5%，此后主力买盘消失，股价震荡回落。无声胜有声，刚才不知道又有多少散户割肉，又有多少散户追高啊！收盘后，乐视网今天再涨3.14%。李成刚盯着 K 线图看了许久。如果之前的小五浪走势确定，那么接下来要么是盘整蓄力，要么就是放量拉升。当然，如果明天缩量下跌，就证明之前的判断是错误的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乐视网连续3天都是微跌微涨，无论当天走势怎么惊心动魄，最终收盘都会拉回去。耐心，耐心，再等等。哥，最近几天怎么样啊？买股票了吗？没有。为什么啊？时候未到，股市不是多劳多得的地方，在没有8成把握的情况下，空仓观望是最好的策略方法。不过下个星期我肯定会买股票的。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每天都在看盘，如果不买股票，干嘛又要看呢？还不如休息一下。我每天看盘是为了寻找感觉，谁规定了每天看盘就是要交易了？感觉？这东西还有感觉？当然有了。股票做熟不做生，如果你长年累月就盯着一只股票看，几年下来你会对它十分熟悉，甚至最后有可能通过集合竞价猜到它今天会走出一个什么样的图形。有这么厉害？股票也是人在买卖，只要是人就会有习惯，每个操盘手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习惯，是有规律可循的。踏准节奏这一点在股市中是十分重要的。节奏早了会被套住，节奏晚了会怎样？那自然就是追高买入了。我这个星期一直都在等，就是在等追高买入的机会。哥，你之前说了成本决定心态，但你又要追高去买，这样的话岂不是你成本变高了？那你的心态能好吗？当然能了。这个追高是相对于之前的价格，看似成本高了，可是只要股票它会继续涨，无非就是少赚一点而已，又怎么会影响到心态呢？原来是这样，那万一要是涨不到那么多怎么办？我追高通常只有认为它要上涨了才会这么做，否则我宁愿不买也不追高。哥，那你的意思是乐视网这只股票下个星期肯定会涨吗？没错，会涨的。那要是它下跌呢？股市这东西变化莫测，谁也不敢保证明天什么样子。很简单，那就割肉呗。不管怎样，我下个星期会动手的。周一早盘，乐视网集合竞价低开0.31%，开盘即遭砸盘，股价快速下探至负2.92%，随后被拉起，但全天大部分时间仍在潜水状态下波动，直至临近收盘才翻回红盘，微涨0.3%。照目前的情况，还是要继续忍耐啊。连续4日乐视网 K 线图悉数收阴，此走势令东财股吧里的散户们集体转向看空，纷纷在小幅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抛售离场。肯定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虽然乐视网连续4天 K 线图走的都很难看，但股价却始终没有跌破26元。看来26元区间就是主力资金稳定场内筹码的一个均价了。今天收盘后，乐视网微涨0.44%，无论是成交量还是换手率，都比前期低了许多。次日乐视网成交量略有放大，早盘股价上蹿下跳，交投清淡，但午盘2点半后，零散小买单逐渐将股价推高2%，并维持至收盘。今天最低点26.55元。李成刚在复盘时格外注意了一下今天的低点，他这几天心里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接下来就是要等一个放量的出现了，只有放量将前期高点的套牢盘都换出去之后，主力资金才会轻装上阵，开始真正的表演。周三大盘低开于2192点，集合竞价后乐视网以27.70元开盘，全日成交量依然低迷。难道今天主力资金还不动手吗？但是开盘后一个异常的变化引起了李成刚的警觉，5分钟内连续10几个200手以上的买单出现，将股价急速拉升了2%，同时买1到买5的位置上都有100手以上的买单挂着。这个价格已经到前期那2个高点了。李成刚打起精神，仔细观察着盘面的变化，不断切换到 K 线图上查看。刚才这些小卖单肯定就是前期被套牢股民的抛盘了。当股价回到成本线时，有人急忙平局出盘，有人却希望弥补损失。然而股价随即快速下跌，众人纷纷在平盘或微亏状态下争先抛售。李成刚看了一眼东财股吧，主力资金如果拉高派发，在这个位置怎么派发？拉高个屁啊！活该你当韭菜。
李成刚快步走出去，看了一眼，发现竟然是白冰冰。李大哥，我回来了。早盘都结束了，你才过来？我昨天半夜才回来。李哥，我和你说个事儿，我看乐视网昨天势头不错，就买了点。哦，你什么时候买的？就在昨天，我这段时间也一直都在观察乐视网，发现他昨天好像是调整完了，就27块钱买了。李哥，我买了，应该亏不了吧？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我都没买呢。还没买？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不确定主力资金到底要不要拉升，所以我得看清楚了再买。那我买了不会被套住吧？要不要现在卖了啊？我刚才看了一眼，现在还赚了一些钱。你买了多少钱的？就买了10手1000股。不多，先别着急，咱们看看具体情况。李哥，那我到底要不要卖啊？李成刚指着电脑上乐视网的分时图，解释说道：“今天是主力资金在进行实盘拉升了，你这个时候卖掉，那就可惜了。实盘拉升，我看不懂，你给我讲讲。”李成刚切换到 K 线图上，画了一道线，对白冰冰说道：“看见这条线了吧？今天主力资金在上午将股价推到28块钱左右，然后在这托盘，目的就是让前期的套牢盘和这几天看好乐视网的散户们，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进行充分的换手。”我看不懂，李哥，你就简单的告诉我，乐视网这只股票能不能涨吧？小白，炒股这种事情，你要么学会分析公司的基本面，要么就学会看 K 线图。如果两者你都不去接触，只凭借别人和你说这只股票很好要涨，那要是万一跌了呢？跌了就割肉。再说了，我相信你，李哥，你说的虽然我有些不明白，但我觉得你的技术很好，跟你炒股肯定亏不了的。我觉得你还是要自己再多研究学习一下，炒股这种东西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别去靠别人，毕竟钱是你自己的，你得为你自己负责才行。李哥，我之前我也学了什么 MACD、KDJ、BOL 之类的指标，有段时间一直按照指标的提示买入卖出，但后来才发现根本就不准。你那是刻板学习，我有段时间也和你一样迷信技术指标，即使股价下跌了，但只要 MACD 仍为红柱便拒绝割肉，最终结果却亏得很惨呢。对啊，有时候那些指标都很漂亮，但结果不涨反跌，我都怀疑是不是要反向操作才对啊。指标这东西怎么说呢？它永远都是正确的，不会出错。这话怎么说？如果指标永远都是正确的，那按照指标去操作，为什么会没用呢？指标的作用是什么？你想过没有？指标的作用应该就是提示买入、卖出之类的吧？你说的不对。不对，那你觉得指标的作用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的这些指标最大的作用就是显示指标的正确性。显示指标的正确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白，你了解软件程序吗？不太了解。比如我们要编写一个程序，那么首先要设定一个明确的答案，比如1+1等于2，只要前面2个数据符合设定1的标准，那么程序就会给出2这个结果。你能听懂吗？能懂。拿 MACD 来说吧，它的原理就是黄线上穿白线是金叉，意味着这只股票要涨了，而白线下穿黄线是死叉，意味着这只股票要跌了。我说的没错吧？对，是这样的，就是有些股票软件显示这2根线的颜色似乎不是黄白线，那些不用去深究。总之，不论这2条线是什么颜色，金叉和死叉的定义是不会变的，哪怕就算是股票软件显示的颜色不一样，但你也可以一眼都看出来，对吧？这倒是。而 MACD 这个指标的设计原理，可能是根据成交量和价格两者计算出来的。比如成交量放大，均价也会变高，于是指标满足成交量变大这个前提一，再加上均价变高这个前提一，两者相加，1+1就等于2了。原来是这样，李哥，我之前真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呢。那要是按照这样来操作的话，是不是成功率就会变高啊？你这么激动干嘛？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指标最大的作用其实就是显示正确，但你没有考虑过一点吗？比如今日 MACD 现金叉，你刚追入后次日便跌停，指标瞬间转为死叉，此时该如何操作？还能这样吗？你难道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瞒你说，我遇到过好几次，简直能把人坑死。的确很坑人。后来我才发现这指标是滞后的，而且结果也是受到股价涨跌而随时变化的，但你在当时来看却绝对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就像是宾馆里面的表一样。小白，你去过宾馆吧？当然去过啊，这怎么又和表扯上关系了呢？你注意过没有？宾馆墙壁上挂的表分别是巴黎、纽约、伦敦等大城市的时间。没错，是的。你说表上面的时间有错吗？是不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啊。那我问你，我们现在是白天，但纽约时间已经是晚上了，你能说这块表显示的时间是错误的吗？那如果正确的话，你在这会儿是该睡觉还是该去上班呢？白冰冰皱起眉毛，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她脱口说道：“李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指标就像是宾馆里面的那些表一样，它显示的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如果应用的不对，就是错误的，是吗？显示是永远正确的，但它的作用不是作为交易买卖股票的依据，而是仅仅只能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而已。我明白了，原来指标是这个作用啊。没错，假如用它来作为买卖依据的话，还不如闭上眼睛随便买一只股票，反正两者都是碰运气。李大哥，我记得这个 MACD 的指标当初发明出来后，好像还轰动了全球股市，因为这是一个可以量化直观显示的指标。那都是媒体在瞎吹。假如这个 MACD 指标是正确的，那这个发明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将它公布出来，留着自己偷偷用，闷声发大财难道不好吗？谁会傻到将自己的赚钱方法宣传出去？这倒是，闷声发大财才是聪明人的做法。白冰冰笑了笑，瞟了一眼电脑屏幕，看见乐视网的股价已经开始波动。李哥，开盘了。这么快？和美女聊天时间过得就是快，一眨眼就1个多小时过去了。你看这买卖的档口，很显然有主力资金在托盘，你仔细观察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端倪。好，我观察观察。小白，能看出来吗？
我怎么看不出来主力资金在托盘啊？下方的买盘很少，但不论出现多少卖盘，都会被照单全收。李成刚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他的账户。现在能够动用的资金一共有62000块钱，其中有小曲的2万块钱。李大哥，你是要入场了吗？没错。李成刚点了点头。现在卖一的价格是28.88元，一共有25手。李成刚毫不犹豫输入了2100股，系统显示瞬间成交。李大哥，你这不是追高了吗？而且你还全仓买。白冰冰有些惊讶，因为一直以来李成刚给他灌输的想法就是要逢跌买入，而现在乐视网涨幅有3.34%左右，他却全仓买入，这和之前说的简直是两模两样。我这并非是追高，因为明天股价还会更高，也算不上是全仓。那个一字板股票仍在盈利，总体仅是半仓操作罢了。李大哥，你之前不是说了吗？你买入只买30%仓位吗？为什么这一次你加大仓位了？因为我缺钱，我这一次算是有些违反自己的交易模式了，应该分批买、分批卖，这样才是安全的做法。但是乐视网已经开始启动了，主力随时有可能拉升，以防万一，我只能一次性半仓买入。随时有可能拉升。白冰冰看了一眼波澜不惊的盘面，股价依然在不断上下慢慢震荡。我怎么看不出来？那是你一直都没有仔细观察过这只股票。我最近这段时间天天都在观察乐视网的股票，尤其是今天是一个关键节点。如果主力明天再将价格打下来，那他今天肯定是要放量的。李成刚指了指成交量，发现日 K 线的成交量不是很明显，于是打开了60分钟 K 线图。你看一直在温和放量，我推测主力肯定是接下来要边拉升边洗盘，不会再放量砸盘了。白冰冰看了看，仍然是一头雾水。不过见李成刚说的如此笃定，也就放心了。李大哥，就像是你们总是说主力，或者说主力资金到底是谁？所谓的主力其实就是一个称呼而已，它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股市中有3股力量存在，分别是主力、庄家和游资，你可以将他们都看作是主力资金，但通常我们所说的主力一般都是指基金、券商、自营盘之类的机构。原来是这样，李大哥，那你怎么知道乐视网这只股票是主力资金控盘，而不是游资或者是庄家呢？庄家控盘的股票都叫庄股，庄股的特征明显到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哦，李大哥，庄股能看出来，怎么看？很明显吗？在老股民眼里，庄股是十分明显的。李成刚切换到了一个股票上，这个股票他之前曾经恰好看到过。你看这只股票的日 K 线图有什么异常吗？这只股票的 K 线图大多数时候都是十字星 K 线的盘整，股价几乎就稳定在2%的价格幅度内波动，偶尔有几根 T 字 K 线，感觉十字星很多。对，这些十字星日 K 线，你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吗？不知道，这就是庄股绝对空盘的表现。每天基本上只有散户在交易，由于是绝对空盘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10几根十字星 K 线可以排成一条直线的走势。原来是这样，这的确是和那些普通股票的走势两种截然不同。对，你要牢记住这样的 K 线图。咱们打开日 K 线图，看看里面的股价走势。随即李成刚又点开一个十字星的日 K 线图，指着下面的成交量说道：你看这成交量，每分钟都只有几手，甚至连续几分钟都没有成交量的，就是典型的庄股。李大哥，那要是万一有个游资闯进来，将上面的卖单全部都吃了呢？岂不是等于抢了庄家的筹码？这样的游资都是属于不长眼的，在庄家高度控盘时进来的游资，那都是自动送上门的肥羊。游资要是敢抢庄家的筹码，那庄家就给他免费大派送，直到将游资杀跑为止。那要是游资实力很强呢，会不会反客为主啊？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你要知道一点，控盘庄股多为成本极低的老庄，若与强力游资抢夺筹码，庄家不介意全额派发并迅速离场，但是这对于游资散户来说是极不划算的事情。成为游资的散户，李大哥，你的意思是游资都是散户吗？是啊，游资大多数都是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只要是个人那就是散户，不同的是游资是资金量很大的散户。如果我现在有5个亿的资金，那我也是游资大佬了，我的交易还有可能会上龙虎榜榜单。龙虎榜上不都是某某证券、某某路营业部吗？那都是证券的开户地而已。比如你今天在某个股票里买入了3000万的股票，那今天的龙虎榜上就会出现你当初所开户的营业部地址，你也会被人叫一声游资大佬。原来是这样，游资是 A 股市场中最活跃的资金，也是最聪明的散户了。能够成为一方著名的游资，是许多散户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已经实现了时间自由、财务自由、人生自由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些游资还要再炒股，干点别的不好吗？小白，股市是有魔力的，一日股民，终生股民。如果让你离开股市，终生不再炒股，你能做到从此一眼都不看股市吗？做不到。如果我再执行飞行航班，那我落地之后肯定也要打开股票软件看一眼的。没错，就是这样。这个市场充满了魔力，他们早已喜欢上了这种交易的行为，而且有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是郁郁不得志的人，在股市里才找到了自己。我没发现股市里面有乐趣，我觉得这里就像是一个大赌场，每个人进来都想赢钱，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以亏损告终的。许多散户就是赌了他人赚钱而跟风入市的。股市的魅力恰恰在于不懂行的人通过简单买卖也可能轻松获利。这倒是，我以前开户就是听公司里一个人天天说股票，看他天天赚钱，我就心想试一下，结果第一次买就赚了好几百块钱。然后你赚钱后肯定信心倍增，紧接着又买入下一只股票。李大哥，你还真说对了，我当时的确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买了第2只股票后立刻就被套住了。主力先给甜头引你们入场，在亏损后大多数人会选择无股，最终以连续下跌逼其割肉在最低点，这就是他惯用的样。好，杀3不取了。白冰冰也忍不住笑了，看了一眼时间说道：快3点了，李大哥，快看看乐视网的走势。乐视网在午盘的走势十分稳健，股价一路上扬，收盘时幅度达到了4.03%，收盘价格为28.88，这个数字比较吉利。李大哥，你之前买入的股票现在
应该是微微亏损吧？小亏一点，但是不要紧，明天还会继续上涨。李成刚指了指今天的成交量和换手率，说道：“你看，今天换手率不错，有4.76%的幅度，和前期高点相比，今天这个缩量的上涨，才证明了主力资金已经开始要拉伤。”李大哥，为什么人家不是说了量在价先吗？这里应该是放量上涨才对啊！我这几年炒股收获到的最大经验就是股市是千变万化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白冰冰仔细想了想，才明白了他这话里的意思。李大哥，你的意思是有些时候也不需要量在价先？不，永远都是量在价先。炒股最忌讳的就是一成不变，量在价先是没错的，但放量拉升后常伴随更大量的洗盘，而乐视网今日缩量拉升及解放所有套牢盘，表明主力不满足于当前价位，后续可能出现翻倍乃至翻10倍的大行情。有这么夸张？希望是10倍大牛股。这不是夸张，如果明天是一个放量的涨停板，那或许乐视网走不了太远。如果还是继续5%至6%左右的涨幅，这才是真正大牛股的表现。为什么涨停板走不远，不涨停才能走远？真正的好股不是天天涨停，而是天天不停的涨。李哥，你懂得真多。忽然间，白冰冰的手机响了，拿出来看了一眼，接了起来。好，一会儿见。白冰冰放下电话，对李成刚说道：“李哥，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哦，还有谁？还有我一个同事也是空姐，长得特别漂亮。特别漂亮？有你漂亮吗？当然比我漂亮。李哥，你还是单身吧？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呀？算了，你们这些当空姐的眼光都太高了，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呢？那也未必啊，李大哥，我们空姐不过就是空中乘务员而已，根本不像外界想的那么高傲。反正我每次坐飞机时，感觉那些空姐虽然都是满面笑容，但那种特别公式化的笑容，总给人一种生疏感。唉，你想想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求我们要微笑面带客人。但谁还没有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能笑出来就算不错的了。这倒是，都是成年人的面具啊，哪怕心情再不好，也不能露出来让别人看见。没错，李大哥，晚上和我一起去吃饭吧。算了，你们同事我又不认识，我去了也挺尴尬的，没什么话题。那也未必哦。今天这个同事他也炒股，还让我一定要请你过去呢。真的假的？他怎么知道我炒股？你和他说的？我们一个班啊，飞行的时候也挺无聊的，我就和他们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炒股高手，他们就都嚷嚷着要见见你，和你学几招呢。我可不算是什么高手，我也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悠而已。我要真的是高手，早就发财了。李大哥，我觉得你迟早会发财的。我第一次见到像你这样痴迷于股市的人，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每天就是盯着电脑看呀看的。没办法，股市里面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太多了，需要每天学习。对了，李大哥，我看你好像每次就只分析 K 线图，从来都不看任何消息之类的，这是为什么啊？我觉得好像消息方面对于股市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啊。消息方面对于股市的确是有刺激作用，有些股票也会因为消息而上涨。我算是技术派吧，所以我习惯于分析一只股票的 K 线图，当然偶尔也会看这只股票的主营业务、公司资料之类的。那些很重要吗？我之前看见股吧里面有许多股友也分析一些上市公司所谓的季报、年报之类的，那些算是基本面派的投资者，我就是纯正的技术派，所以我虽然会看，但我不如那些基本面派的投资者。李大哥，你不看是因为看不懂吗？那倒不是，我相信一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到极致，那就足够了。不论是技术派还是基本面派，只要任何一派做到极致了，那肯定也是赚钱的。李大哥，你猜你这番话让我想到什么了吗？不知道。我想到了古龙小说中的小李飞刀李寻欢，也是将飞刀的快练到了极致，所以只凭借一个快字就足够了。你拿我和李寻欢相比，我可是受宠若惊啊。的确，你这样说也没错，只要将一门本事练到极致，那就足够了。走吧，李大哥，快到时间了。我真的不去了。李大哥，咱们俩也算认识有段时间了，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个缺点。你说来听听。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爱和别人交际互动，这可不行，每天待在家里会把自己憋坏的。这小白都再三邀请我了，如果一直拒绝的话，未免也显得有点太拿架子了。我去真的合适吗？合适的，李大哥，我那个同事他有对象了，你要是不去的话，那我可就成为电灯泡了。那好吧，我和你走一趟，咱们两个单身的就看看他们如何给我们秀恩爱。出了小区后，两人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约定的饭店而去。李成刚在车上给曲婉柔发了一条信息：小曲啊，今晚我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就不去你家里吃饭了。 OK， 李大哥是在给女朋友汇报情况吗？我哪有女朋友，是给我的徒弟发消息，我这段时间晚上去他家里，我们俩人一起做饭吃。男徒弟应该不会吧？我觉得男人通常都很懒的，尤其是在吃饭这上面，男人一个人在家似乎不愿意做饭。不是男徒弟，是女徒弟。我要是一个人在家里，宁愿不吃都不做。女徒弟，那她漂亮吗？单身吗？没有男朋友吗？漂亮，应该是单身吧，反正我一直也没有见过她男朋友。一个漂亮的女徒弟，天天邀请你去家里一起吃饭，李哥，她不会是对你有意思吧？开什么玩笑，我比她岁数大5、6岁呢。还大5、6岁而已，又不是50、60岁，怎么就不可能了呢？再说了，李哥，你长得也挺帅的，要是我是你徒弟，估计肯定也动心了。人家小曲那么漂亮的小姑娘，凭什么喜欢你呢？什么叫做挺帅的？我只是帅的不明显而已。李大哥，你可真有意思。这地方吃饭肯定不是很便宜吧？
还行吧，反正也不贵。你的乐视网明天要是赚1%，那就足够吃一顿了。那可不行，那可是我发家致富的本金，怎么可能拿来挥霍浪费呢？才几万块钱而已，就能发家致富吗？ A 股之所以能吸引许多人，就是因为它曾经出过不少传奇人物，那些名动股市的游资大佬，许多人都也是从几万块钱做起的。我的目标就是他们。李大哥，加油！我相信你迟早有一天也能和他们一样出现在龙虎榜上。白冰冰眼睛在餐厅里面搜索着，目光落到靠窗边坐着的一男一女身上后，在那边，李大哥，我们过去。白冰冰说着，快步向那边走去，挥手喊道：“梦莹。”李成刚跟在他身后，看见一个皮肤白皙、鹅蛋型脸的长发披肩美女。冰冰这边，白冰冰和李成刚两人走过去，和他们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小颖，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李成刚，李哥，我之前和你说过的炒股高手。李大哥你好，我之前总是听冰冰说你，今天终于见到了，真是太荣幸了。孟小姐，你太客气了。李成刚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孟颖身旁的男青年打断。炒股高手，真的假的？王东，你怎么说话呢？李大哥炒股本来就很厉害的，冰冰和我说过很多次了。王东撇了撇嘴，不屑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李大哥，我男朋友他这个人性格比较直。没关系的，这怕都是借口吧？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初次见面就用讥笑的口气对别人说话，这能算是性格直吗？点菜吧，小颖，我都饿了。我和王东已经点了一些，你们看菜还要什么？孟颖将菜单推到李成刚面前，热情地说道：“李大哥，你看看你爱吃什么点就行了，不用客气。”王东撇了撇嘴，虽然没有说话，但脸上的不屑所有人都可以看出来。李成刚也没有理会他，假意扫了一眼菜单，对孟颖说道：“我看这些就差不多够了，让小白选吧。”我看差不多够吃了，一会儿不够的话再要吧。李大哥，你炒股几年了啊？李成刚有些无语，很明显孟颖这个男朋友对自己这个炒股高手的头衔并不认可。如果李成刚是孟颖的话，他肯定不会再提炒股这个话题了，但孟颖还偏偏要往炒股这个话题上聊。没多久，也就是5年左右了。炒股才5年就敢自称是高手了？我也炒股5年了，那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我也算是高手了。王东，你干嘛啊？孟颖有些不太高兴，瞪了他一眼。小颖，我是担心你被人给骗了。很多骗子都自称是炒股高手，到最后都是忽悠的你交学费。如果我是个炒股高手，自己干嘛不闷声发大财，还要将方法拿出来给你们分享呢？难道我脑子有病吗？王先生，你说的没错，但首先所谓的炒股高手是小白给我封的，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提过这句话。另外，我今天来就是交个朋友，也没有打算要传授什么方法。我看你是想多了。是吗？或许你一开始这样想来着，但被我上来就揭穿了，所以你也没有机会了。真是够无语的，懒得和他再说。小颖，你看看是不是被我说对了？王东却是将李成刚的不屑反驳当成默认。王东，你自己炒股难道很厉害吗？还不是亏得一塌糊涂。今天我就是想要和李大哥交流一下而已，人家从坐下来到现在什么都没说，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叨叨叨。小颖，我这不是担心你，怕你上当吗？有你这样担心的吗？李大哥，不好意思，你别介意啊。没关系的。这样吧，你说你是炒股高手，那给我分析一下中科精材这只股票如何？我今天刚买的。不好意思，不懂股票，分析不了。王东登时尴尬到了极点，悻悻地哼了一声。李大哥，你别理他，这只中科精彩的股票，我今天也买了。王东他一个劲儿说的什么今天这只股票是放量突破，明天肯定会大涨，你帮我看一下怎么样？好吧。李成刚拿出来手机，找到中科精材这只股票，将日 K 线都仔细看了一遍。李大哥，这只股票看起来好像的确挺不错的啊。白冰冰也打开手机看了起来，感觉的确是要放量拉升了。你看成交量放的这么大，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是谁选的股票，我今天看见它成交量放这么大，早盘果断就追进来了。李成刚将前面10几天的 K 线图都看了一下后，对孟颖说道：“孟小姐，你是多少钱买的？成本价在31.95，接近32块钱了。成本这么高啊，我估计很有可能会被套住了。解套的话，大概得需要一段时间了。”你说什么？被套住？怎么可能？你懂不懂得什么叫做放量突破啊？不好意思，我还真不懂什么叫做放量突破。我知道你就不懂，什么狗屁高手！今天中科精材这只股票放了这么大的成交量，明显就是主力资金洗盘结束，打算拉升了，连这都看不出来，还炒股，搞笑！李成刚眉头一皱，对白冰冰说道：“小白，我先走一步了。”怎么了，李大哥？这个王东真的是有点过分了，一点礼貌都没有。没事儿，就是不想吃了。这孟颖看了一眼白冰冰，对王东说道：“你看看你这是干嘛啊？把人家李大哥都给气走了。”什么叫做气走？明明就是被我揭穿了真面目，他自己待不下去了。算了，我也不吃了，你们俩人吃吧。白冰冰丢下这句话，快步向外面走去。冰冰，孟颖见状连忙站起来，拉住白冰冰：“你这是干嘛啊？”没事，我请李大哥过来一起吃饭，你男朋友将他气走了，我这饭还怎么吃啊？要是留下来的话，回头李大哥心里怎么想啊？也确实是这个道理。那好吧，对不起啊，冰冰。没关系的，不过你这个男朋友，我看还真的是不怎么样。我先走了啊，李大哥，等等我。你怎么也出来了？
你都走了，我还留在那里，有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啊，李大哥。这件事情和你没什么关系，本来就是陌生人，聊不到一起那就算了，何必又要留在那里呢？倒是我刚才说走就走，让你也挺为难的，应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才对。李大哥，可别这么说，你今天能来吃饭，还是给我面子，不管怎么样，都得是我和你道歉才对。算了算了，咱俩两人就别这么客气了，行不行？你想吃什么，我请你。算了，李大哥，还是我请你吃饭吧，你的资金留着，将来发财用。你就别和我抢了，我还没有让女人掏钱的习惯。原来你也是大男子主义。那倒不是，就是一个习惯而已。两人找了一家烧烤店，要了2份小龙虾，开始吃了起来。李大哥，你不看好中科金财这只股票吗？短期不看好，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这家上市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题材，2维码识别，这种有题材股本小的股票，到了牛市就是真正的大牛股。这只股票我已经加入到自选股里了。李大哥，那你的意思就是挺看好这只股票呗？那你刚才为什么对梦颖他们说这只股票肯定会套住他们？我是说短期内中科金财走势未到底部，今日虽逆势走强，但前期暴跌时换手率不足，此番上涨大概率是主力资金的诱多套人手法。你等等，李大哥，我看看。这会儿先吃吧，别看了，一会儿回去用电脑看得比较清楚，手机看盘太局限了。好吧，李大哥，你刚才说这个股票有一个2维码识别的题材，就因为这个，你就觉得它在牛市里会变成大牛股？为什么？资本市场就是这样的，发展几十年了，股市其实始终都没有变，依然是在讲各种魔幻故事。魔幻故事？怎么能是魔幻故事？这都是 A 股的惯例了，准确的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故事。比如说2011年的重庆啤酒宣称要做疫苗，你觉得啤酒和疫苗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这不就是典型的魔幻故事吗？2011年那时我还没有炒股呢，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那后来呢？重庆啤酒肯定被炒得很高吧？当然很高，从08年的9块多炒到了80多块钱。后来重庆啤酒宣布做疫苗失败，一口气从82块钱暴跌到20块钱。就连号称最牛散户的徐翔，也曾经在暴跌中进入抄底，但也被套住了。徐翔，我也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具体他是做什么的，我还真不知道。他炒股很厉害吗？当然厉害，徐翔是 A 股代表性散户，从出租车司机起步，以4万元入市，至今身价达数十亿乃至100亿，堪称业界神话。至于重庆啤酒的抄底一战，算是他的经典之作，让许多人都佩服不已。为什么是经典？小白，如果一只股票连续跌了10个跌停板，从83块钱暴跌到28块钱，这只股票你敢买吗？10个跌停板，83到28，我不敢，我怕还会继续跌停板。但是徐翔就敢。徐翔抄底重庆啤酒后被套，经历停牌复牌后，选择在跌停板打开时割肉离场。此次操作亏损近3000万元，幅度高达约20%。这么多，亏损3000万该是什么样子呀？他就这么果断割肉，为什么不再持股几天看看情况呢？你看，换成我们这样的人亏损这么多，第一个想法就是要不然再等等。但是徐翔当时就直接果断砍仓了。这人真厉害，那可是钱啊！怎么就舍得说割肉就割肉了呢？割肉砍仓不仅仅是散户做过，许多成为游资的大佬也都做过。如果是你砍仓割肉3000万，这只股票会让你有什么感觉？害怕。换成是我，立刻就会将这只股票删除掉，以后再也不看它一眼了。但是徐翔在重庆啤酒跌到20块钱的时候，又再次进场买入了。我最佩服他的也是这一点，这家伙之所以能成为最牛散户，心态和操作想法和咱们真的是不一样。又买了这只股票，真厉害。那后来呢？后来重庆啤酒反弹了，涨到了30多块钱。徐翔这次抄底大获成功，赚了50%左右，悄悄跑路了。的确很厉害。俗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一般情况下，亏损的股票，大多数人以后就再也不敢碰了，哪怕是看见这只股票的名字，都怕得心惊胆战，更别说再买一次了。是的，在重庆啤酒因利空连续跌停，市场普遍看空至10元时，徐翔却在割肉亏损后，敢于在20元处逆向买入，完美诠释了别人恐惧我贪婪的投资境界。别人恐惧我贪婪，这话的确是有些道理啊。道理是有道理的，但什么时候才是最恐惧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该贪婪的时候？这可就没人能说得清楚了。实际上，很多散户都将这句话奉为经典信条，但真正交易起来，往往都是恐惧的根源。什么意思，李大哥？为什么你说散户是恐惧的根源？因为到最后，他们往往都是在最恐惧的时候大举卖出，在反弹的黎明前一刻割肉在地板上了。比如，就像是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你有这样的时候，我这段时间和你聊天，发现你懂很多技术，实在没想到还会这样，不应该啊！没有人是圣人，也没有人是神，我也就是个普通散户而已。大多数人犯过的错误，我都犯过。市场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瞒你说，我这几年来光是炒股的心得和经验笔记，都写了好几个本子了。啊，你都写了什么啊，李大哥？每次买入一只股票，我会记录下来买入的理由和逻辑是什么，而如果是亏损离场的话，我会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亏损的原因，然后和我买入的理由对比一下，看看自己是错在了什么地方。原来是这样，那如果盈利了呢？你还记录吗？会的，我买入前都会设置一个止盈位置，比如我的目标是盈利5%就卖掉，那一旦涨到了5%，我会立刻清仓，哪怕接下来它涨停了，我也不会后悔。原来是这样，那你会怎么记录？我的记录就是验证我买入的逻辑是否正确，如果这一次正确了，
那我下次还采用这样的逻辑买入。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你看好这只股票的依据2，比如这只股票的题材、公司资料、K 线组合等等。原来是这样，李大哥，那你找到了你的交易模式了吗？目前来说，交易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型，但还是有一点进步的。比如说，我现在买入的股票不能说是100%的盈利，但至少我割肉亏损的几率降低了。近半年来，我亏损幅度最大的是5%，基本上最多在3%左右就割肉离场了。3%就割肉离场，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得频繁割肉？我反正每次买入股票，靠我10%之内，那都是很正常的。我们的交易模式不同，我的交易模式基于买入位置设定止损，若追高买入，次日下跌即证明看错，那就立即割肉离场；若在下跌中买入，则预设3%为止损位，一旦跌破且当日无法收回，便果断止损。原来是这样，李大哥，我觉得你这样坚决止损，的确可以减少损失，但会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当股票走势与预期不符时，错的必然是我而非市场。这如同上错汽车，若不及时跳车，必将远离目标，并陷入无法掌控的风险之中。投资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险，你控制不了的风险，那就是最大的风险。那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说不定你上的车只是一时迷路而已，最终还是会绕回去吗？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这辆车的方向盘不在我手里啊，我宁愿在车速没有加快时跳车，也不愿意车速彻底失控时跳车，因为后者可能会让我伤筋动骨，而前者的损失我还能接受。好吧，你说的有道理，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想法也不同。不过李大哥，你的想法让我很有收获。两人说说聊聊，不知不觉就将面前的小龙虾全部扫荡干净了。李成刚站起来结了账，两人顺着马路不紧不慢地往回走着。小白，你这么漂亮，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以前谈过一个，后来不合适就分了，分了以后也就没找了。因为什么不合适？能说说吗？都过去很久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不太成熟。他如果有李大哥你一半的成熟，我肯定就不会分手了。你这么说，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啊。李成刚当然不会将白冰冰这开玩笑的话当成是一种暗示，毕竟白冰冰长得这么漂亮，气质又好，还是空姐，身旁的追求者肯定不会少。我有那么成熟吗？在我看来，你很成熟。对于股市，你有很多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见解，反正和我接触到的炒股人绝对是不一样的。那也仅仅是在股市之中而已。我不这样觉得啊，股市是考验人性的另一个世界。我曾经有位同事，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通过炒才渐渐发现，他赚钱时便自吹如股神，请客吃饭不在话下，一旦亏钱了，脸上就一副愁大苦深的样子，说起话来恶声恶气。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俩因炒股相熟，他荐股，我买入后被套数月割肉，我啥话都没说。后来他得知我的持仓后，自行跟买，结果亏钱了。你猜怎么着？大概率应该是不理你了吧？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他后来居然在公司里面和别人说，是我故意给他推荐了一只垃圾股，把他给骗了，说我这个人心眼特别坏，真是气死我了。说实话，这很正常，我也遇到过一次，我那是大概琢磨出来的一些交易方法。那一次我误判了他不看好的股票，建议卖出，结果该股此后连续大涨，他因此直接和我绝交了。哈，连续大涨，难怪他记恨你，估计他心里肯定想着你，害得他少赚了不少钱。很有可能，所以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别人在问我关于股票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说，反正赚钱了他们也不分我，亏钱了反而还怪我，我又何必费力不讨好呢？那李哥，你为什么给我推荐股票呢？李成刚忽然间察觉到白冰冰对于自己的称呼从李大哥改为了李哥，虽然是减少了一个字，但听起来却是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我也没有给你推荐股票，我就是说乐视网这只股票不错。另外我给你每次讲的也都是技术和心态方面的东西，我不给任何人推荐股票，这是我现在恪守的原则。李哥，我就是逗你的，放心吧，就算亏钱了，我也肯定不会怪你的。聊着聊着，二人已经走到了楼道里。你之前不是看中科金踩这只股票吗？算了，今天累了，明天再看吧。白冰冰笑了笑，话锋一转，李哥，要不要进来坐一下，吃点水果啊？算了，改天吧。那行，我明天给你带点过去。晚安啊，李哥。好，你早点休息。李成刚回到家里，打开中科金财的 K 线图，仔细看了看，又开始了雷打不动的复盘。盯着乐视网的 K 线图，李成刚分别切换到60分钟、日 K、周 K 和月 K 线的图形，仔细看了一遍，心里越发有底了。今天是星期三，从周线上来看，这3天的成交量慢慢增加，成交量已经接近和上周持平了。接下来2天只要不突然放巨量就行。第二天早晨9点钟，白冰冰就来敲门了。来了。没错，我又来了。9点15分到了之后，李成刚先是看了一眼中科金财的集合竞价，要涨停了。今天肯定是大跌。李成刚看了一眼集合竞价的买单数量，显示买1的位置一共有3000多手买单，但买2的位置却是空空荡荡。这都是主力故意弄出来的，买2位置都没有。9点20之前，主力肯定就撤掉这些假单子了。不是说集合竞价的单子不能撤吗？在9点20之前都可以撤掉，只有9点20到9点25这5分钟内的单子不能撤。主力在这个时候故意营造出来一个集合竞价涨停的假象，就是想要吸引一些不懂规则的散户跟风进来。集合竞价也能套人？那是自然，在股市里，主力资金为了出货，套人的方法可是花样百出。你看9点20了，主力马上要将买1的单子撤掉了。果不其然，之前还显示涨幅达到8%左右的中科金财，买1位置上6000多的买单，瞬间消失不见。9点21分，卖1位置出现8000手大卖单，中科金财股价随之从涨8%闪崩至负3%，且抛压持续，跌幅不断扩大。完蛋了，跌幅这么大，主力要砸盘跑路，
他肯定要跑到散户前面。主力在9点19分40秒左右迅速撤单，精准营造出高开6%的假象，结合昨日放量大阳线，使散户误判股价将冲击涨停而跟风挂单。时间把握的这么好，那为什么主力不在最后1秒钟撤单？这样骗进来的散户不是更多吗？投资者发出买入指令后，要经券商服务器上报，由证券交易所撮合成交后才算确认完成。由于指令传输可能存在1到3秒延迟，若在9点19分59秒极限撤单恐来不及，因此主力会提前10几秒行动，利用散户尚未反应的空隙完成欺骗。这真是太狡猾了。白冰冰看了一眼中科精彩，恰好这时9点25分到，开盘价格为30.38元，而昨天收盘价则是32.01元，低开幅度达到了-6.01%。昨天买入的全部闷杀。李成刚切换到了乐视网，今天同样低开，跌幅为-0.66%，大盘也是低开，跌幅是-0.77%。此时白冰冰的手机突然间响了起来，是梦莹打来的，李哥要不要接啊？你想接就接，问我干嘛？他肯定是因为股票的事情，算了，接一下吧。白冰冰接了起来，并打开了免提。冰冰，我和王东买的中科精彩这只股票今天大跌，怎么办啊？昨天在王东的建议下，梦莹可是一次性以31.90的价格买入了约5万块钱的中科精彩。然而中科精彩今天一开盘就是30.38元的价格，直接亏损约5%，数额达2500元左右。李哥，白冰冰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看向了李成刚。李成刚看了一眼时间，9点28分了，也就是说必须要在2分钟之内给梦颖一个对策。究竟是9点30分立刻割肉走人，还是持股不动看情况？冰冰，李哥在吗？李哥，我是梦颖啊，我们昨天见过面的，你快点告诉我，我现在要不要卖掉，还是继续拿着呀？电话那边的梦颖听见白冰冰喊了一声李哥，立刻精神一振，急忙问着。股票软件时间显示着9点29分20秒。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吧。啊！电话那边的梦颖当时就愣住了，不仅仅是他，同样愣住的还有白冰冰。但他忽然间想到了昨天2人回来的路上所聊的话题，千万别给别人推荐股票。孟小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只股票我昨天就提醒过你可能会套住，所以你对于今天的开盘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才对的。而且买还是卖，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能替你做决定的。话音刚落，9点30分就到了。电话那边的梦颖沉默了几秒钟，默默挂掉了电话。中科精材开盘后虽零散卖单不断，但股价在-6.4%附近获得支撑。几分钟后卖压减轻，随即出现连续数十手买单，将股价从-6.5%拉升至-5.28%，突破分时均线。拉升了！别高兴得太早了，低开这么多，别指望主力资金将股价拉起来给散户解套，马上就会又下来了。果不其然，刚拉到-5.28%的位置，立刻就又出现了无数3、50手的小卖单，争先恐后的砸盘出逃，股价又掉头向下滑行。也不知道他卖了没有，那就是他的事情了。李成刚摇了摇头，看见低开的大盘指数已经开始向上拉升了，但中科精材的走势却一点也没有跟随大盘向上，而是坚决掉头向下。小白，我刚才的回答是不是有点太无情了？一开始觉得你有些无情了，但后来听见你说买卖都是自己的事情，我觉得你说的没错。炒股这种事情真的不能替代别人做决定，对了的话怎么都好办，可是一旦错了的话，他就会怪到你身上的。你能理解就行。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和他就是昨天见了一次面而已，而且我和她男朋友弄得还挺不愉快的。其实如果我这个人心眼坏一些的话，刚才就直接告诉他马上割肉清仓逃命。割肉清仓逃命，李哥，你的意思是今天这个低开是主力在洗盘吗？别试图预判市场，散户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猜测，当市场证明你错了，唯一正确的行动就是立即止损。李成刚将中科精材切换到日 K 线图上，指了指3月29日和4月8日这2根 K 线，解释说道：昨天的高开高走放量阳线，除主力对倒外也包含散户出逃，而今天大幅低开且连续2日逆势，证明主力并无意拉升，而是在持续出货，意在通过昨天拉高派发，今天低开套人的方式以实现抢跑。李哥，你觉得是在出货？那你算了，不说了。你的意思是，我既然认为是主力资金继续在出货，为什么不告诉梦颖一声，是吗？主力资金出货也并非是一直下跌，而是跌几天涨几天，万一过几天中科精才又涨回去了，我和梦颖说这是主力资金出货，你觉得他会相信吗？算了，不管他了，买卖交易是自己的事情，盈亏还是由自己来做决定吧，别人没办法给他出主意。对了，李哥，快看看乐视网的情况。好。此时的乐视网股价已经从低开变成了红盘，涨幅达到了2.49%，股价达到了29.56元，涨了，成交量很好。乐视网低开后出现连续白手级买单主动上攻，一度在买一位置出现1156手大单，但随即涌现数笔白手卖单，连续打掉买一挂单。尽管后续有900手买单再度脱市，仍被数百手卖单迅速消化，股价随之滑落。李哥，怎么跌下来了？白冰冰打开股票软件，看着自己的盈利不断减少，心里开始有些纠结起来了。要不要卖啊？为什么要卖？这些卖单大多数都是短线客的单子，你看乐视网的买盘一直承接的很好，主力这是在边拉升边洗盘呢。别着急，要学会截断亏损，让盈利奔跑起来。我要是刚才卖的话，能多赚好几百呢，现在都利润回撤了。急什么？乐视网今天的走势很强，放心吧，早盘不会跌太多的，而且午盘应该就能拉起来了。李成刚切换到了那只被东堂集团借壳的股票，看了一眼，股价经过连续第9个一字板，今天已经是26.93元了，盈亏比168%，盈亏显示25395元。这一字板真是好啊！哇塞，李哥，你这都已经赚翻倍了啊！当初的15000都变成现在的4万多了，赚了25000了。还好，
后面这几个一字板才是股价加速的时候到了。你看看这成交量，每天才成交几百手，这个封板真的是异常坚固啊！李哥，为什么一字板还有人卖啊？很简单啊，每个人的交易模式不同，有人的交易模式就是越涨越卖，越跌越买。另外，有些人和你一样，想要将到手的利润保住。另外，也不排除是这只股票里的主力在偷偷先出一部分货的可能性。主力偷出货，为什么啊？李哥，这只股票一字板封的这么死，将股价拉到高点后再出，难道不好吗？现在出货岂不是少赚许多钱吗？传销好掉头啊！比如说一天成交了30亿，难道这30亿就都是主力卖出去的，没有别人了吗？我倒是忘记了这一点，总觉得主力资金肯定往往都是在最高点跑了，将散户牢牢套在了山顶上，却没有想到他们很难一次性全部都卖掉。散户总是将主力想得很厉害，但事实上主力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实际上主力出货时就像是卖水果的小贩一样。李哥，我也看过许多关于炒股的书，但像是你这样说主力是水果贩子的，还是第一次听说。那是当然，这可是我的李氏股票操作心得，由于我目前还没有出版，所以你肯定是第一次听说。那我不会是第一个吧？恭喜你，答对了，你还真是第一个。那我可真的是受宠若惊啊！那你快给我讲讲，主力到你这里怎么就变成水果贩子了呢？水果贩子他们卖水果的模式，你知道吗？先卖好的，价格高，后面坏的就便宜了。没错，比如水果贩子进了一车货，本钱是1000块钱，一共有100斤，那么他如果低于1斤10块钱卖掉就是赔钱了，1斤10块钱卖掉不赔不赚，1斤高于10块钱就能赚钱，是吧？是这样的。按照你刚才说的，先卖好的，价格高，比如前期以1斤50块钱的价格卖出去了20斤，那他的本钱是不是就回来了2510啊，没错。假设水果从50元1斤开始，降价至40元卖出10斤，再降至30元卖出20斤，随后持续降价甩卖，但其实利润已经很高了。同理，股票从高位开始下跌时，主力也会通过不断降价吸引接盘，完成出货。这个过程像不像是卖水果？像，实在是太像了。李哥，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我以前买股票被套了之后，很多人都说这是主力在洗盘，结果往往越是这样说的人多，最后这股票跌的就越惨。是啊，主力出货最忌散户抢跑，但人性天然厌恶亏损，多数散户亏损5%内会紧盯盘面等待解套，亏损达20%后对单日波动渐趋麻木，亏损超30%市场选择不看盘，这种被动的等待恰是主力最乐见的状态。哎，李哥，你说的真没错，我以前就是这样的。这段时间认识你，和你取经学习，真是大开眼界。你究竟是怎么想到这些的呀？瞎想呗，你也大概了解我了。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就是一个普通人，那我凭什么赚到钱？总不能凭我帅吧？李哥，你可真有意思。说实话啊，你每次谈起股票时，样子真挺帅的。谢谢夸奖啊。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如果我能够从股市里面赚到钱，那我肯定是凭借比别人多一点的知识。知识就是金钱，这句话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很正确的。是啊，我以前炒股其实就是乱买，看哪个涨得好就买哪个，亏钱了就捂住不动，从来没有总结过自己为什么亏钱的原因。两人说说聊聊，到了午盘结束时，乐视网又从变绿拉了回来，收了一个小红盘，涨幅0.62%。你看这时间过得还挺快，先去吃饭吧。行，等会儿再来看。午后乐视网卖压减轻，股价震荡上行，2点半后平线数百手买单推动拉升，最高涨幅达5.4%，尾盘小幅回落，最终收在30.47元，涨3.84%。李成钢持仓实现3.4%的收益，盈利2000元。这种每天都赚钱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白冰冰抱着手机，看见股票账户里面红色的数字，眉开眼笑的说着：“没错，目前李成钢是满仓状态，一共持股2只。他这离职快1个月，但从股市赚了差不多3万块钱，比之前在公司拿着几千块多了不止一点点。”李哥，你看看中科精材这只股票今天怎么样了？大跌-8.09%，股价29.42元，还是一个放量大跌。李哥，那明天还会跌吗？不知道，对于股市还是别去预测的好，毕竟股票这东西都是走出来的，而不是预测出来的。在我看来，中科精材这只股票明天跌或涨，其实都不重要。那究竟什么重要呢？自己的想法最重要。如果明天看见涨了，决定还要拿着，那跌了也要拿着，不回本不卖，那明天跌或涨重要吗？反正你也不卖啊。李哥，你的意思是还是买入股票之前自己交易逻辑最重要，对吧？是的，孟颖他买入时其实就没有什么想法，买入之前就应该想好了止盈止损的对策，发现判断错误就必须要执行交易纪律才行，不然很容易被打乱节奏，变成主力收割的韭菜。算了，不管它了。止盈止损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能够坚决执行的人又有几个呢？李哥，我晚上请你吃饭吧。为什么？因为你帮我赚钱了呀。最近股市一直都下跌，你选的乐视网反而逆势上涨。要不是你的话，我估计肯定买了其他股票，早就被套住赔钱了。那好吧，李哥，现在时间还早，我先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咱们出去吃饭。那咱一会儿见。李成钢带他走了之后，给曲婉柔发了一条绿泡泡。小曲，我晚上和朋友一起吃饭，你自己吃点吧。过了几分钟后，曲婉柔直接打来了电话。哥，你今天晚上又要和朋友一起吃饭，不是昨天晚上才吃的吗？朋友今天请客，昨天是我请的他。李成钢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曲婉柔汇报的这么仔细。
那好吧，我还原本打算下班给你做麻婆豆腐呢。我中午下班抽空把调料都买好了。这心里确实还挺愧疚的，要不然和白冰冰说一声算了，不去吃饭了。那你就去吧，多吃点啊。赵经理来了，先挂了啊哥。李成刚的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下午6点多出门后，看见白冰冰站在门口。李哥，怎么样？这一身好看吗？好看，果然是人漂亮，怎么穿都漂亮。李哥，你这年轻时肯定也哄过不少女孩子吧？我可没有哄你，我说的是实话。那咱去哪吃啊？我知道有家日式料理很不错，你喜欢吃吗？日式料理应该不便宜吧？那不都是生鱼片啥的吗？2个人去吃大概得400-500块钱吧。太贵了，就我们俩人吃那么贵干嘛？再说了，日式料理的生鱼片，我总感觉里面有不少寄生虫，吃了闹肚子。那要不然吃牛排？这个可以哦。2人出了小区，打了一辆出租车。小白，我上次去你家里，我发现你好像不做饭，是不是？我不会做，以前也尝试过，但有一次煤气都泄漏了，把我差点吓死，我就再也不试了。煤气泄漏？怎么会煤气泄漏呢？我开了以后忘关了啊。好吧，你这样还真不适合做饭，那你每个月工资岂不是大多数都花在吃喝的开销上了？是啊，所以一直攒不下来钱，想要通过炒股赚点。晚餐结束后，2人走在华灯初上的街道。此时白冰冰接到一个来电。喂，小颖，我知道了，那我现在打车过去，你别哭了。放下电话，白冰冰叹了一口气说道：梦颖让我过去一趟。怎么了？不知道，反正电话里在哭，哭得还挺伤心的。那你就先过去吧。白冰冰拦下一辆出租车，很快消失在了夜幕之中。估计那个梦影哭很可能和股票有关系。漫步在大街上，李成刚走着走着，来到一处天桥上，他走了上去，趴在栏杆上，看着桥下不断呼啸疾驶的汽车。人这一辈子究竟活着是图什么？金钱、名利、欲望。一阵噔噔噔清脆高跟鞋的声音从他身旁经过，打破了他的思绪。李成刚下意识看了一眼，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不是美女房东沈墨农吗？难怪觉得眼熟。他这么晚了，一个人要去哪？看着沈墨农的倩影，李成刚的好奇心登时升起。反正闲着也没事儿，不如跟上看看。先生，您要点什么？一个穿着马甲的服务员快步走到李成刚身旁，将一份菜单递给他。您以前来过我们这里吗？没有。有啤酒吗？给我来2瓶。科罗娜啤酒可以吗？这个也可以。先生，我们这酒吧是交友的地方，所以请您别大声喧哗。另外，您如果想要和哪个女士聊天的话，可以亲自过去邀请，但如果对方拒绝的话，请您别纠缠，好吗？原来这个艳遇酒吧就是传说中那种寂寞男女想要寻找浪漫邂逅的艳遇酒吧。我知道了。李成刚点了点头，目光下意识看向了不远处的沈墨农，发现他还在低头把玩着手机。很快，服务员就将啤酒放到了李成刚的桌上，顺便将酒钱也收了。2瓶科罗娜啤酒竟然收了我100块钱，真不知道这酒吧老板是哪里来的勇气，敢将啤酒制定这个价格的。但李成刚转念一想，也就大概明白，但凡来这里的人都是另有目的的，谁还会在意这酒价格的高低啊？李成刚将啤酒瓶稍微挪了挪，放到了自己面前，心里这才觉得舒服了一点。借助着酒瓶的遮挡，他悄悄望着远处的沈墨农。难道他很寂寞，来这种地方？李成刚忽然间觉得好像有人在打量自己，他转过头，发现隔壁不远处有个短发黑衣女子在盯着自己看。不知道这里面的酒托多不多？李成刚以前关于酒托的新闻自然也看过，虽然这个短发黑衣女子挺有气质的，但李成刚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待着。让李成刚没有想到的是，短发黑衣女子居然站起来向他这边走来。你好，我能坐到这里吗？这个女子居然会这么主动，不好意思啊，我在等人。不好意思，打扰了。短发黑衣女子有些意外，转身回到了原位。李成刚举起酒杯喝了一口，心里有些许的惊讶。这里的女人都这么主动吗？但凡来这里的人，哪个不是抱着一些想法来的？李成刚下意识看了一眼沈墨农那边，只见沈墨农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会不会觉得我是跟踪他来到这里的？他如果问我的话，我该怎么解释呢？过了几秒钟后，李成刚借助着酒瓶的遮挡，偷偷又看了一眼沈墨农，发现他又低下头玩起了手机。难道他是在等人？他有相好的？李成刚拿出手机一看，发来消息的人竟是沈墨农。过来和我一起喝酒吧。李成刚站起来，拿着啤酒来到了沈墨农的对面坐了下来。你是不是经常来这里？没有，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第一次？实不相瞒，我刚才在天桥上站着呢，然后看见你走过去了，心里有点好奇，就跟着过来了。对不起啊。你跟踪我？不是跟踪，就是有些好奇。你这么漂亮，大晚上一个人出来，我担心会遇到坏人。这个理由实在是太蹩脚了。担心我遇到坏人？你不就是坏人吗？我肯定不是。沈墨农哦了一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你心情不好吗？有点吧。能说说吗？你别误会，我不是想要打听你的隐私，就是看你不开心，想陪你说说话而已。说出来顶用吗？就算是说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说出来当然解决不了问题，但至少心情会好点。能说出来的事情，那都不算事情。的确，但凡是能够说出来的事情，那都不算是事情。你是单身吗？是啊。那我们走吧。去哪？难道你刚才进来时，服务员没有告诉你，这夜遇酒吧里的人是来干什么的吗？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要和自己？你还是男人吗？走吧，带我随便去哪里都好。
领着沈墨农从酒吧里出来，李成刚发现不远处就是一家酒店。我们去那里。到了酒店，李成刚快速交钱拿了房卡，两人乘坐电梯到了房间里。第二天清晨醒来时，李成刚发现沈墨农已经不见了，屋内一片狼藉，竟然已经8点半了。李成刚看了一眼，连忙退了房间，打了一辆出租车就往小区赶。虽然手机也能看股票，但是相对于电脑而言，手机实在是有些不方便。到了家门口，李成刚正打算掏钥匙时，旁边的门忽然间打开了。李哥，你才回来？李哥，昨天晚上玩好了吧？什么玩好了？我早就回来了，刚才是出门吃早点去了。李哥，我和你说个事情啊，你猜梦颖的男朋友王东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啊，是两人因为买股票的事情吵架了。王东是刷了信用卡，用套现出来的钱买的股票。他套了多少钱？一共5张信用卡，加起来有50万左右。中科金财昨天大跌，王东整个人仿佛就像是魂都丢了一样。小颖后来发现他不对劲儿，反复追问之下，王东才说出来了实话。50万，他这是哪来的勇气？就这么有自信？王东的意思是，第二天如果涨了，他就立刻脱手卖掉，赚几千块钱就行。结果第二天大跌，一下子就套了他8%，套了4万块钱呗。然后呢？然后梦颖就和他吵架呗，还能怎么样？他也真敢啊，借钱炒股，这简直就是炒股的大忌啊！李成刚打开了电脑，时间也到了9点25分，那只一字板的股票封单依然还是那么多。乐视网上是一个小幅低开的开盘，是低开。李哥，今天不会跌吧？不会，一般情况下上升趋势的股票低开是好事儿。什么意思？既然是上升趋势了，那为什么还是低开？低开吓唬你这种人啊！乐视网主力通过盘中从低开到急拉，再到回砸的震荡制造恐慌，来清洗短线客，从而锁定浮动盈利。那你的意思，低开是好事儿了？我觉得是好事儿。乐视网开盘即呈现数百手买单强势拉升，虽遭遇卖单阻击，但10点时连续1000手大单涌现，将股价推高至2.4%涨幅。李哥，今天会不会涨停啊？不知道，看样子乐视网的主力资金并没有这个打算。你怎么看出来的？通常来说，如果主力打算拉涨停板的话，一开盘就会将股价先拉到4%到5%的幅度，现在马上就10点半了，才2.4%的涨幅。李成刚话音刚落，几个千手大单忽然出现，瞬间将乐视网2.4%的涨幅全部打掉，变成了-1.08%跌幅。跌了！急什么？早盘前1个小时和午盘的2点半，这2个时间段通常都是一只股票波动最大的时候。看股票别看一时的走势，要将几根 K 线组合连起来看才行。李成刚切换到了60分钟的 K 线图上，看了一眼成交量，这早盘前1个小时的成交量还比不上昨天最后1个小时的大，不要紧的，只要下一个60分钟放出量，就能够将股价拉回去了。到了10点半后，果不其然，乐视网的抛盘明显变得少了许多，一直在0.5%的幅度波动。到了11点后，连续几个千手买单出现，主动将上方的卖盘一扫而空，将股价一口气拉到了4.7%的涨幅。早知道这样，刚才应该卖掉再买回来，做个 T 好了，能有2个点的差价呢。上升的股票不做 T， 做 T 存在卖飞和抬高成本的双重风险。例如早盘在2.45%高点卖出后，若股价仅回调0.3%，你必然不愿接回；而一旦主力突然拉升至8%，则只能追高买入，反而推高持仓成本。那肯定不会了啊！怎么着也得有2个点以上的差价才行吧？是啊，那如果乐视网的主力资金突然间将股价拉升到8%的位置，一副要拉涨停板的姿势，你这个时候怎么办？是高价买回来啊，还是眼睁睁的看它封上涨停板？我不知道，估计有可能拉升到8%的位置时，我就后悔的高价买回来吧。是啊，大多数散户在这时恐怕都会做出来和你一样的举动。但如果主力资金反手向下砸，不去封涨停板，那岂不是将你的成本变高了？李哥，我怎么感觉你说的仿佛就像是主力自己就盯上我了似的？我还不至于那么倒霉吧？哈哈，当然不是主力资金盯上你了，但务必牢记股市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场内操盘手的战术灵活多变，常在拉升前用尽手法下出散户低位筹码，随后突然以一字盘启动。我以前好像见过这种走势的股票，刚开始连续下跌后看似企稳，结果次日早盘大跌，将我吓退。不料尾盘收回平盘，第二天直接高开，快速封上涨停，让我彻底踏空了。是啊，这种走势的股票有许多，明明前一天还是一个大阴线，然后第二天直接一个高开，看你割肉的散户还敢不敢追？两人到小区外面随便吃了一口饭，回来后继续盯盘。乐视网在午盘依然十分强势，在涨幅5%左右小幅波动，大盘也走得很强，代表权重股和小盘股的黑黄2根线都在向上拉升。李哥，看看中科金财怎么样了？好，李成刚切换到中科金财上，看了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主力资金不会拉升的，是因为它的分时图走得难看吗？对，买单和卖单都太少了，量能也不够，最主要的是昨天刚刚大跌，今天就想要拉升，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李哥，那你说孟颖和王东他们俩人应该是继续持股不动，还是割肉啊？首先要观察26元支撑位，不破则有望反弹，但能否解套还取决于主力的意图。正所谓人若预知3日，富可敌国。那些网络炒股大师若真能精准预知股价，早该闷声发大财，何须见股收费？李哥，你说的没错，的确，人若预知3日，必能富可敌国，这可一点也不假。但是有些人他就偏偏相信，那是没办法，不是骗子狡猾，而是傻子太多了。这倒是。那你觉得孟颖和王东他们俩人是应该割肉还是持股不动啊？我的意思不是让你给他们做决定，
假如是你买了中科金财，你现在会怎么办？如果是我买了，我大概率会割肉走人。但如果我不死心，想要将亏损的钱赚回来，那我会考虑在26块钱和27块钱附近再重新将它买回来。李哥，为什么你要在这2个价格区间买回来？你的意思是说有可能会跌到这个价格吗？小白，在 A 股中有个很奇妙的现象，不知道你仔细观察过没有？一只股票涨起来很难，但如果往下跌的话，往往都跌得很快。想要确定一只股票目前的价格是不是在底部，得看它二次跌到这个价格时会收一个什么样的 K 线组合。李哥，那你的意思是大概率会跌到26块钱呗？也不一定，有可能到27块钱就止跌了。这东西没办法判断那么精准，只能是到达你心里的价格区间后，你就开始提前分批买，这样比较保险。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会是持股不动，还是会割肉卖掉。大盘今天涨得这么好，这中科金财一点都不跟涨。相对于乐视网来说，中科金才比较弱一些。股市就是这样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龙头股一般都很强势，但跟风的股票往往都比较弱一些，要看龙头股的脸色。李哥，你的意思是乐视网是龙头股吗？没错，我最近研究了一下乐视网这家公司的资料，它是做视频的，购买了挺多电影版权，这一点在目前的视频网站中算是比较特别的。另外，我发现这乐视网的实控人应该也是个资本运作的高手，比较擅长讲故事，能够有效吸引资本流入。会讲故事，画大饼呗？差不多吧。其实怎么说呢？如果你买入一只股票，只是想要进行短期投机，不需要对这公司了解太多，毕竟你只是一个短线客而已。只有那些价值投资的人才会去深挖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潜力，值不值得投资。李哥，你的意思是短线客就不需要太过于了解了吗？那既然是这样，是不是干脆不了解都可以啊？简单的一些了解还是需要的，即便是超短线，也必须明确3点：公司的基本情况与主营业务、盈利状况，以及当日有无明确的利好或利空消息。李哥，你说的这些虽然不多，但比如今天这个时候这个价格，你正好看上它了，那还有空去研究这些吗？小白，我就这样和你说吧，A 股有3000多只股票，其中有2000只股票的主营业务是什么，我大概都记得。真的假的啊，李哥？你真的能记住？虽然有些股票具体的业务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它是哪个行业、什么板块的股票，我还是记得的。2000多只股票，李哥，你大概都能记住？这也太夸张了吧？看多了，你也就大概能记住了。李成刚看了一眼时间，将页面切换到了乐视网走势图。此时已经到了午盘收盘时间，乐视网的股价稳稳收在了5.3%的位置上，31.57的收盘价格。按照这个价格来计算，李成刚已经有了10%的盈亏比，浮盈6000多块钱。今天又赚钱了，李哥，晚上一起吃饭去啊，我请客。小白，你怎么知道今天就又赚钱了呢？就因为今天涨了5%左右吗？股市里面，除非你将股票真正的卖掉了，要不然的话，可千万别说赚钱这2个字。你的话怎么让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小颖和王东2人买的中科金财啊？前一天收盘大涨4%，第2天6%的幅度低开，将追进去的人全部都闷杀掉。所以说，股市里面千万别着急说赚钱了，只有什么时候将股票卖掉了，才算是暂时浮盈吧。其实股市和赌场都差不多，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够在股市和赌场中做到大赚特赚之后急流勇退，见好就收。李哥，这股市和赌场应该不太一样吧？我听说，如果有人在赌场里面大赚特赚，不是一般都走不了吗？股市和赌场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其实都不怕你在这里赢钱。那怕什么？当然怕你离场啊！只要你持续交易，那钱一定会流入市场，但你赚了钱立即注销账户，即便只在 A 股赚到100元，也已经胜过市场里至少80%的参与者了。有这么夸张吗，李哥？难道赚100块钱都可以比绝大多数股民赚得多？事实上，确实就是这样。有许多一聊到股市就侃侃而谈，讲到自己曾经买到过某只大牛股，连续赚了多少个涨停板的老股民，你见过没有？见过这买到过大牛股的人，但是骑在牛背上给摔下来了，本来能大赚特赚，但结果只赚了1点就跑了。对，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他们往往都会给你讲买到过什么牛股，但肯定不会告诉你他们在哪个股票上割过肉，更不会告诉过你从炒股至今，他们其实一直都亏损的。不行你就去问问。李哥，你这样岂不是一下子把天给聊死了吗？当然，我这是开个玩笑，主要的目的还是告诉你，如果赚100块钱就注销账户离开股市，肯定要比绝大多数炒股的人赚钱，明白了吗？我明白了。白冰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说道：晚上真的不一起吃饭去了吗？不了，感谢你的好意，小白，我得去我徒弟家了，要不然他恐怕就要有想法了。这倒是。李成刚看了看时间，距离曲婉柔下班时间快要到，决定先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到公交车站附近等曲婉柔下班。李成刚想到昨晚和沈墨农发生的事情，有些心不在焉。哥，怎么了？你有心事？股票赔钱了是不是？你说什么？你股票赔钱了？没有啊，最近一直在赚钱，加起来有好几万呢，怎么可能会赔钱呢？话音刚落，李成刚的手机叮的响了一声，是沈墨农发来的一条绿泡泡。晚上有空吗？有。李成刚抬起头来，看见曲婉柔一脸怀疑的盯着自己。谁给你发微信啊哥？不会是刘佳吧？怎么可能会是他？你放心吧，你哥我虽然不是什么好马，但像他这样的回头草，我也肯定不会去吃的。那是谁？一个朋友，小曲，你是在查户口吗？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和你开玩笑呢。李成刚他听见手机又响了，站起来对曲婉柔说道：小曲，我有点事情，先走一步了，碗筷就麻烦你今天洗一下吧。我知道了。哥，明天是星期六，你没什么事儿吧？应该没事儿，怎么了？我明天也休息，我想去逛街。这个你约别人好不好？不好，哥，你就和我去吧，好不好？好吧，那明天中午吧，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睡个懒觉。可以。从楼上下来，李成刚拿出来手机，看见沈墨农刚才发来的信息。我想喝一杯。你说地方吧。你去找好了地方发给我位置就行了。李成刚打开地图软件搜索了一下，发现几公里外有一家胡桃里酒吧，直接把位置给沈墨农发了过去。由于不知道沈墨农爱喝什么酒，李成刚就先给自己点了一瓶啤酒和2个果盘，慢慢吃着。女人一旦出门，速度是很慢的，又要化妆又要换衣服的，我在心里给她准备2个小时应该不过分吧。李成刚还没拿起酒杯，就看到沈墨农姗姗而来。这里，沈墨农看到了楼上的李成刚，快步走过去。你吃晚饭了吗？还没吃，刚下班不久。那肯定累了吧？要不要吃个果木烤鸡？时间长不长？应该不会太久的。李成刚挥手喊来服务员问了一下，又征求了他的意见后，给他点了2个小吃和几瓶啤酒。谢谢。不用客气。李成刚盯着沈墨农看了一眼，心中暗暗欢喜。这样的气质美女，竟然会和我有着最亲密的关系。我漂亮吗？沈墨农用手捋了一下额前的碎发，面色平静地看着李成刚。李成刚这才醒悟过来，自己刚才这一直盯着他看的举动，显得好像有点唐突。很漂亮。哪里漂亮了？气质，有些人虽然长得也漂亮，但没有气质，这种美就会逊色许多。而你有一种优雅端庄的气质，比如就像是你坐在这里不动，就让人看得很舒服。你们男人是不是就喜欢新鲜的啊？什么？我说是不是喜新厌旧就是你们的本性？他既然这么说，那显然很有可能是她老公出车了吧？说话啊！也不能这样说，论喜新厌旧的程度，我倒是觉得女人也很厉害啊。我们女人怎么喜新厌旧了？你们女人每年都买那么多的衣服，但每年一到了换季时，都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仿佛上一个季度你们都没有穿衣服似的，这难道不算是喜新厌旧吗？胡搅蛮缠，我说的是男人对女人，而不是对衣服。我也就是拿衣服给你举例说明一下而已。男人看女人，就像是女人看衣服，这怎么能一样？衣服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没错啊，就因为衣服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就不一样了。本质上两者的行为不都是一样的吗？你倒是挺会为你们男人的行为找借口的，看来你也是个花心的人吧？我还真不是。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问吧。你是单身吗？沈墨农点了点头，看了他一眼。你不用想那么多，那天在夜域酒吧的见面是我第2次去，我第1次去在里面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虽然我前夫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过，但是没有离婚前，我心里会觉得有种负罪感，哪怕就算是他对不起我在先，我也会有这种感觉。那是因为你是一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要违反，首先得过自己这一关才行。原来是这样，那你们男人出轨劈腿时，为什么就很容易的过了自己那一关呢？别动不动就我们男人好不好？你这样是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啊！说个挺丢脸的事情吧，我离婚是因为我前妻在外面有人了。哦，你的意思是我们俩人还算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如果从离婚的理由上来看，那的确算是吧。我有点怀疑，像是你故意编造出来的。不至于吧？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吗？为了获取你的同情心？别开玩笑了，都是成年人了，谁会将伤口没事干拿出来展示给别人看啊？对不起，是我多心了。我肯定会对你负责的，这一点我还是可以保证。负责？你有钱吗？没有，有钱的话我还至于租房住吗？不瞒你说，我和前妻离婚，差不多算是净身出户吧，就给我了5万块钱，其他什么都没有。5万块钱这么少？那你为什么离婚的时候不争一下呢？那又何必呢？一日夫妻百日恩，或许他不那么想，但我是这样想的。男人嘛，给不了女人幸福，那也别去为难女人。如果是自己的女人主动提出来的离婚，那只能证明你做的还不够好。为什么这样说？很简单啊，女人向上的兼容性要比向下的兼容性高。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有2个选择，那么女人通常都会选其中最好的那个。比如这2个选择，一是丈夫有1个亿的资产，2是外人有100万的资产，那么女人肯定会选择那个丈夫。你的意思是，这得看外人有多少钱才行？假如丈夫十分优秀，那么女人离婚了他之后很难会找到比他更好的人，只能找到比他更差的人。那么这时这个女人还会离婚吗？大概率是不会的。我明白了，还是那句话呗，女人无所谓忠贞，只是受到的诱惑不够。是的，但如果丈夫足够优秀的话，别人又拿什么来诱惑他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自己的原因罢了。所以你不恨你的妻子？没有必要去恨，恨一个人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放下他，如果放下了又岂会去恨？恨一个人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放下他。你要是万一怀孕了，你想怎么办？李成刚又将话题引了回去。放心吧，我既然让你不用担心，我肯定是想好了的。你不过就是生物学上孩子的父亲而已，至于我会不会让孩子知道，那也得看我的心情才行。你这算是什么行为？拿我当什么了？没拿你当什么啊，我怎么感觉你好像一副吃亏了的样子？不过我们的关系可以一直保持到我怀孕为止吗？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当然也不介意。周日的这天晚上，李成刚在复盘时越发越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创业板和上证指数的走势完全不符合了。李成刚仔细看了看创业板这段时间的 K 线图，明显比大盘强了许多。他将创业板1月到12月这一年的 K 线图都看了一遍。日 K 线图这是一个双底结构啊，难道创业板要走牛市了？但创业板的 K 线图上没有明显的螺旋桨走势啊。创业板在2012年于600至799点区间宽幅震荡 ，K 线呈不规则螺旋桨形态。同年12月4日探底585点后，指数以小阳线结合中阴线的组合方式稳步上行，期间走势暗含关键市场信号。阳线涨幅都很小，大多数阳线都在2%的幅度内，但是阴线一旦出现，都是跌幅超过2%的中阴线。李成刚盯着创业板日 K 线上的那几根中阴线，低声喃喃自语：熊市涨阳，牛市涨阴。熊市中放量大跌后长线修复性大阳线，连续中阳又多后便跳空低开，实为主力维持人气以便出货。
而牛市则多为小阴小阳缓涨后，突然拉出大阴线击穿关键均线，制造恐慌进行暴力洗盘，吓退散户以收取筹码。也不对啊，难道是创业板在走板块牛的行情吗？李成刚之前还真没有去注意创业板的走势，今天复盘时察觉到创业板板块似乎已经开始和大盘唱反调了。创业板如果走强，那么必然肯定是有几只龙头股的。李成刚清楚明白知道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同样的，在股市中也是如此，一个板块能够走多高，还是要看这个板块的龙头到底有多强才行。仔细观察了创业板板块中这几百只股票的走势后，李成刚瞬间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我这可真是骑驴找马，现在持仓的乐视网就是创业板板块的龙头之一。乐视网、同花顺、东方财富还有银之杰，李成刚一共从创业板中挑选出来了这4只股票，仔细观察着它们的走势。整个创业板中有数百只股票，但是这4只股票的走势却是其中最强的。同花顺这只股票概念也十分正宗，和券商有些雷同，在大牛市中会有不错的表现，但题材有点略微单调了。李成刚仔细看了看同花顺这只股票涉及的概念后，将它加入到了自选股中。接下来又开始分析东方财富这只股票。东方财富和同花顺两者几乎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东财更加类似于券商的定位，最多算是一个互联网券商。李成刚打开东方财富的资料仔细分析着，东财是国内最大的股民贴吧，但他却不可能将贴吧里面的股民转化成为自己的客户，这是他最大的硬伤之一。李成刚仔细看了看，立即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从获得客户的成本上来看，同花顺的成本肯定要比东方财富的成本低。李成刚看了一眼这两家公司的毛利率，果不其然，同花顺的毛利率高达85%左右，而东方财富却只有40%。按股市给东方财富的估值，看上去似乎并不低啊。李成刚看了看两者的价格，发现了这个奥妙，应该是这个原因吧。资本市场给予东方财富的估值高于同花顺，证明其成长性与经营模式更被看好。同花顺虽盈利高，但模式单一，没有太大发展潜力。李成刚仔细想了想东方财富和同花顺的经营模式后，心里大概清楚有数，然后将同花顺这只股票从自选股中删除掉。银之杰，李成刚最后研究了一下这只股票的情况，它的主营业务是给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软件产品、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这是个好股票啊，总股本小，流通股少，而且它是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软件服务的。李成刚一边琢磨着，一边看着银之杰的行业板块。计算机软件，李成刚点击开计算机软件板块行业指数看了一下，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是整体板块都开始在呈现上升趋势了。银之杰这只股票作为新上市不久的股票，总股本又小，流通股又少，肯定会成为主力盯上的目标。最后李成刚选定了3只股票，分别是乐视网、银之杰和东方财富。其实这3只股票中，李成刚最为看好还是他最先买入的乐视网。原因很简单，乐视网的实控人是讲故事的高手，深懂资本市场的运作道理，隔3差5的就能弄点新闻出来。这样的股票在资本市场深得主力资金青睐。看来创业板很有可能要有一波行情了。周一乐视网以负1.01%的幅度开盘，数百手大单强势扫货，瞬间扭转低开局面，股价快速翻红，买1至买5档位挂单踊跃，形成来多少是多少的强势格局。没错，看来乐视网就是创业板的龙头股了。创业板的指数走势和乐视网有着极强的关联，这边乐视网的股价一拉起来，创业板的指数立刻飙升好几点。看样子乐视网在创业板占据的指数权重比较大一些。东方财富今天走得很一般，不断上下震荡着。银之杰则是一个低开盘的走势。李成刚选择的3只股票中，今天表现最强势的依然还是乐视网，真是强者恒强。一整天乐视网的走势都很强，带领着创业板发起一波接一波的上涨。到了尾盘临近收盘时，乐视网的涨幅更是达到了8.94%左右的幅度。麻烦了，这种尾盘猛拉的走势，第2天通常都要进行调整。李成刚切换到 K 线图上看了一眼，加上今天连续5天收阳线了，而且今天涨幅又这么大。李成刚看着乐视网的股价继续在34.5元左右小幅波动着，虽有许多主动性小买单向上进攻，但每当卖4、卖5挂单被吃掉后，立刻就有新的数百手卖单出现，显示主力在有意压盘，控制价格上涨。该涨不涨，必然要调整，先出掉1/3的仓位再说。过几天如果有合适的低点，就接回来这1/3的仓位；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那就不接回来了。收盘后，李成刚看了看成交量，又将东方财富和银之杰这2只股票的走势看了看。小白今天没有来，估计可能又去上班了。第2天早上开盘后，乐视网再度以负1%的幅度开盘，股价忽高忽低，不断剧烈震荡着。这种震荡法，股吧里面的散户估计又要担心主力资金开始出货了。临近11点半，早盘即将要收市时，连续10几笔100手以上的卖单凭空出现，将股价使劲向下砸去。最终乐视网的股价跌幅为负3.33%。这一定是主力资金故意为之的。如果乐视网是被超级主力资金选中的龙头，那我昨天1/3的仓位卖的是不是有点早了？要不要接回来？李成刚切换到那只一字板被东堂集团借壳重组的股票上看了一眼，股价已经到了48.2元了，今天的涨幅是10.15%。封单这么少了？李成刚切换到 K 线图上看了看成交额和成交量，心里估摸着，弄不好有可能明天就开板了。明天股价将会达到53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已经到了李成刚之前预计的50块钱左右。明天早晨看情况，假如明天早盘集合竞价出现的卖单多，那就见好就收，出掉这只股票，反正53块钱的价格赚了400%，也应该满足了。李成刚中午点1份外卖，期间一直陷入深深的纠结之中。下午开盘后，到底要不要将乐视网接回来呢？创业板现在已经要发动一轮行情了，但是大盘并没有跟随，也就是说这一轮行情是小盘股和科技股的行情吗？时间到了1点钟，李成刚也没有决定好要不要接回来乐视网，还是看看接下来这几天的走势吧。午盘乐视网惯性下探至负400%后，或连续数百手买单支撑，股价逐步回升，最终收跌负2.02%，全日呈现缩量态势。从这成交量上来看，今天这个整理应该没有结束。乐视网这个震荡整理走势，稍微有点技术的散户不仅不会走，反而还会趁势逢低加仓。晚上到曲婉柔家里吃饭时，李成刚注意到曲婉柔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怎么了，小曲？
有心事儿啊？也不算是心事儿。曲婉柔将筷子在碗里无意识地搅动了几下后，迟疑地说道：“哥，我想换个工作干干。”哦，怎么了？那个姓赵的又给你嫁祸了？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李成刚知道曲婉柔的工作量其实并不算大，就是平时收集处理一下公司里的一些数据报表，打印一些通知什么的。没有。到底是怎么了？看你吞吞吐吐的样子。没事儿哥，就是想换个工作而已。小曲，怎么说呢？现在找工作不好找，大体还需自身硬，市场上高薪工作到处都有。问题是那些工作要求，你能拿下来吗？拿不下来。拿不下来，胡乱跳槽的结果就是重新换个地方，又从头开始。我之前也遇到过许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总是静不下心来，一山望着一山高，总是骑驴找马，认为自己的工资低，想要换个工资高的工作。哥，不是你想的那样。怎么不是我说的这样了？小曲，你想换工作，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我的建议是，你应该趁业余时间学点知识，充实一下自己，提升自己的技能，这样以后也好换工作。我知道了，哥。最近几天，曲婉柔上班时，明显感觉到赵经理的目光有意无意的总是在她的腿上停留，而且喊她去办公室的次数也变得多了起来。最主要的是，每次喊她去办公室，总是让她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小曲，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我也要回去了。饭后，李成刚将碗筷洗完，和曲婉柔打了一声招呼就离开了。第二天早晨，曲婉柔刚到自己的工位上坐下来不久，赵经理就背着双手，迈着8字步晃悠到了她的身旁。赵经理好。婉柔啊，你来一趟我的办公室，我有事要和你说。原本这赵经理一大清早在他身旁绕来绕去，就让曲婉柔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了。眼下又听见让他去办公室，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吗？赵经理，我这里还有工作没有做完。你手头上的工作先暂时放一下，先来我办公室一趟，我有事情和你谈。他一定会来的。曲婉柔紧紧抓住一支笔，脑海里转过了无数个念头，去还是不去？犹豫了几分钟后，曲婉柔最终还是站了起来。进来吧。办公室内的赵经理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看见曲婉柔慢慢走进来，指着曲婉柔故意没有关注的门，把门关住啊。赵经理，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呢，你有事儿就直接说吧。你看看你急什么？工作什么时候能做完？要是把工作都做完了，岂不是就下岗了吗？赵经理，你有事儿就直接说吧。你啊你。赵经理装模作样的叹了一口气，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这个举动登时吓了曲婉柔一跳，赵经理抢先将办公室的门关住。婉柔，你这是怎么了？脸色不太好看啊，去坐一下，喝点水。赵经理的手轻轻一拧，咔嗒一声轻响，办公室的门就被他反锁。赵经理，我不喝水，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我真的要回去干活了。赵经理伸手去拉他，曲婉柔连忙向后退了一步。婉柔，你先坐，我看你的资料，你是川省人吧？家里有几口人呀？我得先了解了解他的家庭情况，看看有没有人会给他撑腰。我还有一个弟弟。曲婉柔并不知道赵经理的目的，警惕地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安地说道：“赵经理，我真的要去忙了，要不然就影响工作了。”婉柔，你急什么？我是经理，我找你谈话，能影响到你什么工作？赵经理再次伸手向曲婉柔抓去，曲婉柔连忙向后退了一步，惊恐不安地看着他。赵经理，婉柔，你别怕，我对你没什么恶意。赵经理，您站在那里别动行不行？婉柔，我看你来公司里上班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有没有想过换个岗位干干啊？赵经理，我觉得我现在的岗位就挺好，我不用换。婉柔，你这样可不行啊！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现在干的这些杂活，随随便便找个人就能够干了。这样吧，你来给我当秘书吧，怎么样？秘书不用了，赵经理，我做不了。秘书其实很好干的，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收发一下文件，帮我写写会议发言稿就行了。我可以将你现在的工资给你提上一档，一个月给你开1万块钱，怎么样？1万块钱？我现在每个月扣掉养老保险之类的，到手不过才4000多块钱。没错，1万块钱的工资，而且工作也很轻松简单。婉柔，这个是个很难得的机会啊！赵经理一只手不动声色地搭在了曲婉柔的肩膀上，曲婉柔登时一个激灵，下意识将赵经理的手拍到一旁。赵经理，请你放尊重一点。曲婉柔，我不妨和你直说，要是答应了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不仅仅在工作上不会提拔你，甚至我可以给你在广西买车买房。但你如果不答应的话，你也别想在这里继续干下去了，明白了吗？赵经理，我是不会答应你的。赵经理转身坐到办公椅上，翘起2郎腿。曲婉柔，你长得的确实漂亮，但这年头漂亮不能当饭吃，明白了吗？你要现实一点。赵经理，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你是什么意思？我把话给你说的这么清楚了，你还要走，是不答应，对吗？赵经理，不好意思，你说的事情我答应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去吧。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你想的有点多了，你觉得我会害怕你说出去吗？这不过就是一场交易而已，你不同意，那就别在这里上班了，辞职走人吧。赵经理，你说什么？我说你被辞了，走人吧，没听见吗？凭什么啊？曲婉柔，你要弄清楚了，这是私人公司，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明白了吗？你行，辞职就辞职。曲婉柔转身拉开办公室的门，快步走了出去。好，这打工妹还挺绝。曲婉柔刚才经历的这一切，李成刚并不知道，他现在全部注意力都在股市上。今天集合竞价卖单太多了。李成刚看着被东堂集团借壳的这只股票，在9点15开始就出现了上万手的抛单，但股价依然还是在53.11亿元的涨停板上。到了9点20分后，卖单的数量开始汹涌而出。看来今天的涨停板肯定是要被打开了，还是知足常乐吧。李成刚将1500股全部挂了出去，将卖出的股价设定为50块钱。9点25分到了之后，顺利成交，而该价位买1的封单量减少至约3万手。只有这么点封单，开盘肯定就会马上打开涨停板的。不过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当初的15000块钱本金减去印花税和佣金，现在已经变成了79545了。李成刚开始转为观察乐视网了。至于被东堂集团借壳的那只股票，他已经不关注了。绝对不和股票谈恋爱，
股市之中最忌讳的就是贪婪。开盘后，乐视网极显强势，在连续牵手买单推动下震荡上行，早盘一度涨8%，在其带动下创业板大幅走强，而上证指数虽小幅反弹，但 K 线形态仍现弱势泥潭。李成刚见状，以36.5的价格再度卖出了1/3的仓位。乐视网这几天拉升的有点太急了。早盘收市后，李成刚看了看乐视网的量能、成交量和换手率等指标，连续几天都一直在拉升，始终没有回调整理，这不是健康的走势。况且看乐视网现在的拉升斜度还没有到达主升浪的阶段，肯定会有回调整理的。李成刚脑海里的念头还没有转完，他的手机就响了，是白冰冰打来的。李哥，我在外地呢，中午才刚落地。乐视网今天涨幅好大啊！我看了一眼，早盘最高涨了8%左右，但没有封涨停，是继续持股还是卖一些呢？我已经卖掉2/3的仓位了。我的交易系统就是这样的，越涨越卖，也不一次性卖完，而是分批卖。你看你打算怎么卖吧？李哥，我都赚30多个点了，我感觉自己拿不住了，我怕利润回撤。30多个点了，那你要是担心利润回撤的话，不妨就卖掉一点仓位，要不然就是全部清掉，这得你自己看。李哥，你觉得乐视网还能继续上涨吗？如果你觉得还能继续涨的话，我就干脆继续持仓算了，也不来回折腾了。万一卖了之后，明天又继续大涨，我估计我肯定会后悔的。小白，乐视网能不能继续上涨，和你卖不卖股票没有一点关系。我知道了，李哥，你说的没错，乐视网会不会继续上涨，那是主力资金的事情，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交易计划就行了。对，没错。如果你担心利润回撤，又担心后面会继续上涨，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卖掉一部分，继续持仓一部分，这样将前期的利润也锁定了，哪怕回撤也只是盈利小幅回撤而已。你说的没错，李哥，我这几天听说了一个稀罕的事情，等我回去了和你说，你肯定不会想到的。哦，行，我知道了。到了下午开盘后，乐视网依然保持着强势震荡的姿势，但就是迟迟不封涨停，最终涨幅达到8.8%的幅度，收出一根光头大阳线。创业板在乐视网带动下，同样今天大幅收涨。给小曲打个电话，晚上一起吃火锅。李成刚拿出手机拨通曲婉柔的电话。小曲，下班别买菜了，晚上吃火锅去吧。哥，我被人欺负了。你说什么？怎么回事？怎么欺负你了？哥，就是那个赵经理。曲婉柔在电话那边抽泣着将事情经过告诉了李成刚。这姓赵的竟然还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你在哪？我在单位旁边的花池上坐着呢。你等我的，我马上就过去，你哪也别去，明白了吗？我知道了，哥。打了一辆出租车，李成刚很快就来到了单位附近，他一眼就看见了一个人孤零零坐在花池边上的曲婉。小曲，那个姓赵的，他没有对你动手动脚吧？没有，真的没有。小曲，你别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被辞退了，咱们大不了重新再找份工作。但如果那姓赵的对你动手动脚，那可就不行了。他昨天趁我不注意摸了一下我的腿。这个混蛋！李成刚心里的火瞬间直冲大脑，二话不说转身就往公司里面快步走去。哥，你要干什么？曲婉柔见状登时吓了一跳，连忙抓住了李成刚的手。没事儿，你就在这里待着就行了。李成刚将他甩开，大步向公司里走去。哥，你别冲动啊，我就是心里不舒服而已。小曲，那姓赵的辞退你，这也就无所谓了。但他竟然敢对你动手动脚，还不是看你好欺负，对你油嘴滑舌也就算了，但动手动脚那是绝对不行的，我必须要给你讨回一个公道。哥，没事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乖，听话，你是我徒弟，你被人欺负，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李成刚大步向公司里面走去，曲婉柔追在后面。哥，你别去了。万万没有想到，那丫头竟然真的去人事那边办理了离职手续，真是可惜了。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赵经理登时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看见李成刚沉着脸，大步走了进来。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